等着我，下辈子咱们一起生，一起死。丁丽来悄声跟身边的丁香说：我爹和我娘就是一起死的。丁香没搭理他，丁池和唐氏会不会一起死还不知道呢。丁壮起身，丁立春抱起丁香，众人回家。今年家里有钱，买了许多烟花爆竹。换了新衣后，丁立人和丁丽来拿着爆竹去院子外面持续放，惹得许多孩子来看热闹。今年丁家二房门外比夏员外家门外还热闹。夏晌吃年夜饭前，爆竹声足足响了小半刻钟。饭桌上除了有薛氏的空碗筷，又多了丁池和唐氏的2副碗筷。家里还多了一个成员，就是菲菲，专门用一个大银盘装了羊肉、兔肉、鸡肉、鱼肉给他吃。银盘是丁香拿私房钱给他买的，还给他买了一个金碗，嘿嘿，怕太炫富，没敢拿出来用。黑娃之前那个缺了口的大土碗也换成了大新碗，碗里装着2块大肉和一根大骨头。丁壮撕下一根鸡腿给了丁香，另一根鸡腿给了丁立春。丁立春赶紧谦虚地说：也吃。丁香有些脸红，自己年年吃鸡腿吃习惯了，吃得心安理得，都不知道谦让一下。让你吃你就吃，年后你就要去军营了，以后能在家里吃几次团圆饭都不知道。丁壮吼得大声，心里却极是不舍。这个长孙他骂得最多，打得最多，曾经以为只有他会一直守在自己身边，守着铁铺，不曾想他第一个离开这个家。去军里奔前程，还是水军。都说水军出去执行任务，有时1年半载都会飘在海面上。张氏的眼圈红了，也夹了一块肉放进丁立春碗里。接着丁昭、丁香、丁立人、丁立来都夹了一块自己喜欢的肉进丁立春碗里。丁立春拿起碗几口吃进嘴里，强忍下泪水，抹了一把嘴说：我是长子，要光宗耀祖，让家人过上好日子，护住妹妹，还要不忘前耻，收拾交子铺，给爷报仇。丁香又想到铸铁作坊，他知道爹爹已经开始着手布局，那家作坊支撑不下去就会出手，弄出精品铁改进火器，就能帮助大哥升官了。军官比士卒自由，总能找到回家的机会。天黑了，丁立人和丁立来跑去大房、三房、夏二伯家，把玩得好的几个孩子都叫了来，看丁立春拿着大烟花在院子里放。烟花飞得高，在半空中炸开，绽放5颜6色的花束。整个北泉村的人都被吸引出来，包括夏员外一家。哎呦，那丁红鼻子哪来的这么多钱呀？连这么好的烟花都买得起呀？哼，再有钱也是铁匠，别人喊他也只能喊掌柜。韦氏红着脸不敢言语，望着天上的烟花，丁香心中感慨，如丁池所言，自己极旺，6岁的年纪就为这个家挣下万贯家财，在这个家过得再幸福快乐，也不能忘记京城害他的人。今年还有一个名额，丁香想梦到那只手。戌时末，丁壮和丁昭发完压岁红包，丁香就困得睁不开眼睛，先回屋睡觉了。其他人继续留在上房说笑，他们亥时末还要吃饺子，子时还要放爆竹。丁香在屋子里又跑又跳，出了一层香汗后，抱着汤婆子和菲菲睡觉。意识越来越涣散，依稀还能听到上房传来丁立人和丁立来的打闹声。眼前忽然开朗起来，一片明亮的星空。镜头缓缓下移，树上廊下挂着一盏盏灯笼，小窗里飘出明亮的灯光，交汇成一片灯海，把碧瓦粉墙、山水湖泊照得透亮。这里钟鼓馔玉，富贵无边。镜头再往前推进，进入一个庭院，穿过一扇大的隔扇窗，看见屋子很大，挂着一层层帷幔，吊下许多盏宫灯，奢侈张扬，富丽堂皇。屋子中间铺着有异域风情的羊绒地毯，上面跪着2个丫头模样的人，磕头如捣蒜。前面是一张铺着金钱纹绒垫的罗汉床，坐着一大一小2个人，只能看到女人胸部以下，身穿红色凤穿牡丹锦缎被子，她的一只玉手搂着小姑娘的肩。镜头继续推进，扣单鲜艳的食指清晰展现出来，小姑娘的脸也清晰起来。小姑娘长得粉雕玉琢，非常漂亮，眼里有愤怒，小嘴抿着，极不高兴的样子。应该是小姑娘不高兴服侍她的人，东阳公主在训斥他们。不一会儿走来一个男人，也只能看到他的下半身，蓝色提花锦缎长袍，黑色靴子。他好像说了什么，
那2个下人起身退下。小姑娘不甘地晃了晃小身子，嘴撅得更高，眼里有了水雾。另一只玉手伸过来，安抚性地摸了摸小姑娘的脸。外面传来一阵响亮的爆竹声及丁立春兄弟的大笑声，把丁香惊醒。丁香睁开眼睛，看到窗纸被爆竹的火光映得发红发亮，一闪一闪的红光中，小屋简陋，家具简陋，跟梦里的无边富贵2个世界。可是这里才是让他心安又心暖的家，而刚才的只是遥不可及的梦中人。新春快乐！菲菲也向他问着好。灵儿正候在门口，听到里面的声音走进来，屈膝笑道：祝香姐年年有余，岁岁平安。灵儿给小主子穿上那套玫红色云锦棉衣棉裤，丁香又在菲菲的脖子上系了根红领结。丁香刚坐去桌前把铜镜摆好，张氏就笑着走了进来。今年大年初一，他要亲手打扮闺女。张氏第一次穿这么嫩色的绸子衣裳，戴这么贵重的首饰，还有些不好意思。他给丁香梳了头，用灵儿端进铜盆给丁香洗脸。丁香又拿出在县城买的胭脂，在眉心处点了一个小红点。镜子里的小姑娘肌肤赛雪，明眸皓齿，比梦境中的小姑娘漂亮100倍不止。张氏喜得眉目舒展，哎呀，我闺女啊真俊，娘亲俊，所以把我生得这样俊。若娘亲再上了妆，就更俊了。家里有钱了，爹爹要当丁大户了，就得把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丁香相信爹爹不会喜新厌旧，但媳妇漂亮了，她也有面子不是？张氏红了脸，推拒道：娘都一把年纪了，还涂脂抹粉，人家笑话。张氏今年才31岁，在前世正当年。听公姨说，大户人家60、70岁的老太太还要打胭脂戴红花呢。娘年轻着呢，这些东西是我专门给娘买的。我想看到漂漂亮亮的娘，就像娘想看到漂漂亮亮的闺女一样。他强拉着张氏坐下，张氏也只得顺势坐下。丁香先给张氏抹了一层粉，又拿起胭脂抹得不浓艳，淡淡的在两腮往上打了一点红，再描眉，又把胭脂花片放在他嘴上让他抿，再用指头把红色涂匀。嘿嘿，这呀是我向公姨学的。画好后，灵儿笑道：婶子真漂亮，一下就不一样了。铜镜中的女人是我吗？这样的女人我似乎只在京城和县城看到过。她有些恍惚，又有些激动。快让爹爹和哥哥看看娘有多漂亮。母女2人手牵手向上房走去，菲菲一摇一摆跟在后面。大小男人已经在堂屋了，他们都穿着绸子衣裳。丁立人夸张地看着张氏，眼睛瞪得溜圆，大声说道：娘，原来你这么美啊，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张氏红了脸，呀，胡说八道什么呢？他有种想逃离这里的冲动。丁昭笑的眼睛都没了。儿子说的没错，知娘以后啊就这么识道，好看。等我去了胶州，给娘和妹妹买更好的膏子。丁立来说着老实话。我还纳闷，妹妹咋紧着问公姨怎么打红脸蛋儿，原来是要打扮大伯娘啊，嘿嘿，好看。丁香见张氏极其不自在，赶紧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他过去拉着丁壮的大手说：呀，原来爷爷和爹爹这么高大英俊呢，咱家尽出美男子。爷这辈子最高兴的有2件事，一件是娶了安安，一件就是你爹娘生了你这么个宝贝蛋。初时，丁立春就要启程去胶州军里了。这天，丁昭和张氏要带3兄弟去灵安寺上香，求佛爷菩萨保佑丁立春此去前程似锦。离北泉村最近的寺庙是灵安寺，据说香火极旺，附近百姓都喜欢去那里祈福。至今丁香还没去过，闹着要去。寺庙里人多，遇到拍花子咋整？跟爷去二祖祖家吃席。丁香的小嘴翘得老高，眼泪都涌了上来。爹，就让香香跟我去灵安寺吧，我会看好她。今天天气也好，不怕她冷着。丁壮才松口。今天给丁香穿得比较素净，灵儿这几日得了风寒，连小屋都不敢出。公氏和杨虎家的忙着做针线，只杨虎赶着牛车一起去了。前世的穿越文里，
很多种田经商的女主都是通过在寺外卖吃食和饰品挖到第一桶金。可此时天寒地冻，寺外根本没有摊位，只有一些拿着装有山货或小饰品口袋的人走着叫卖。想到书里的情节，丁香很想去买点东西。出来再买。丁香在寺里转了一圈，也没遇到看出她不同的高僧，让她颇有些失望，自嘲地想着，难道自己不是女主角，或者她穿越的不是种田经商文？拜完佛爷菩萨，捐了香油钱，一家人去斋堂吃斋。灵安寺斋饭远近闻名，丁立人和丁立来吃得狼吞虎咽。吃了一半，丁香想上茅房，张氏带她去了。张氏又想大姐，让丁香等着她，可这里味道不好闻，丁香说去外面等。你就站在外面啊，不要乱跑。丁香答应着走出去。不多时，一个50几岁的老妇人路过这里，被漂亮女娃吸引住了。哎呦，好可人的小妮子呀，多大了？丁香还没回答，茅房里传来张氏的大嗓门：谁跟我闺女说话呢？走开，走开！我这就出来收拾你！声音尖利惊悚。丁香第一次听到张氏这样说话，吓一跳。不远处洒扫的2个小和尚和几个路过的香客都笑起来。老太太气红了脸，扭头就走，嘴里嘀咕着：老婆子错了，老婆子平白找骂，怎么有这样的人呢？丁香有些不好意思，长辈们对她总是过于小心。娘，无事，那人走了。你娘做的没错，万一刚才那人拍花子呢？我已经长大了，哪里那么容易出事？妹妹这么漂亮，该是小心。妹妹是小娘子，不像我们男子汉，没人敢来招惹。还好意思说？是谁被丢下井里来着？丁立来撅起了嘴。吃完斋，众人出了寺庙。丁香想买东西，家人陪她去买。杨虎去寄车处取牛车。山货饰品，丁香都不感兴趣。她看上了一个小贩卖的木头玩具，小猫、小鱼、小老虎、小鸟、小狗，各式各样的小动物，雕得惟妙惟肖。丁香挑了一个像黑娃的小狗，又想挑一个跟菲菲长得一样的老鹰，在口袋里扒拉着。又有3个卖东西的人来向丁昭几人兜售自己的东西。突然有人大喊起来：走水了，走水了！寺庙后面冒起了浓烟，人一下惊慌拥挤起来。丁香突然觉得全身瘫软无力，说不出话来，下一刻就被一个人抱起来跑。丁昭和丁立春、张氏等人先是被浓烟吸引，一错眼，丁香怎么不见了？看到一个大汉已经跑出数10丈远，他前面一团绿色裙子、绿色小靴子，一看就是丁香穿的裙子和靴子。几人大叫着向那边冲去，丁昭和丁立春率先突破重围，围着那个大汉而去。见后面的人越追越近，大汉只得把丁香扔下就跑了。丁昭跑过去，把已经昏迷的丁香抱起来。丁立春还想去追那个大汉，被丁昭喝住。那些人是团伙作案，我们弄不过，快回去！光天化日，竟敢硬抢小娃，胆子也太大了。哎，这家人厉害啊！若是换成别人，贼人跑远，把小姑娘塞进车里面，哪里追得上？听说冀北那边丢了好些个俊俏小姑娘，那伙贼人又跑到这里了。哎呦，得回家说说，要注意了。张氏和丁立人、丁立来跑了上来，他们的脸都哭花了。寺庙里的火不大，已经救下来。丁昭脸色更加凝重，那把火定是为了抢香香而点的，可见那伙人为了抢香香架了多大事。丁昭掐住丁香的人中，丁香悠悠转醒。闺女不怕啊，闺女不怕，无事了。丁香吓坏了，抱着丁昭哭起来。在他们要上车之际，僧里的知客僧找了过来。寺里着火了，又出现强抢小娃的事，不由人不往一处联系。知客僧问道：这位小施主，你方才看到抢你那人的模样吗？没看到。其实他看到了，陷入昏迷前看了那人一眼，但他不敢说，很可能看热闹的人中就有劫匪的同伙。知客僧又问了卖木头玩具小贩的样子，丁家人和香客们七嘴八舌地说着。上车后，丁昭沉脸说道：最开始跟香香说话的老夫很可能是劫匪同伙，他没得逞，又和同伙设计了后面的事。我记得他们长啥样，帮我的人把帽子跑掉了，我看到他的右耳垂缺了一块，回去我就把像画出来，爹爹拿给县太爷。必须把那些人端了，怕他们贼心不死，继续打他的主意。这是爹爹和大哥厉害，
那么多人都没拦住，否则他真被人抢走了。回到家，丁香拿毛笔画出老妇人的模样和抢她那人的模样。香香有这手丹青技艺，你们不要说出去。香香也要藏拙。明天我悄悄把这画拿给县太爷，就说我画的，再求他不要把咱们说出去。有了这个画像，再知道男人耳朵缺了一块，定会把那伙人抓住。张氏要把丁香抱去自己炕上歇息，丁香不愿意，她想做梦寻找那2个人贩子的大概方位。我长大了要自己睡。张氏这次非常固执，硬把丁香抱去自己屋，还坐在旁边陪她。张氏吓坏了，自己差点把闺女弄丢，闺女被那些恶人抢去，不知要受多少苦，以后要把闺女看得更紧。丁立人和丁立来也吓着了，都坐来炕上陪妹妹。丁香郁闷不已，本以为平平无奇的一天，却变成这样。之前还觉得张氏太过小心，没想到那个老太婆八成真是人贩子。丁壮吃完晚饭才回家，听到这件事暴怒不已，给了丁昭和丁立春各2个大巴掌。没用的东西，你们不是说会把香香看好的吗？是我们大意了。又把2张图拿出来，说了茅房外那一幕。丁壮非常满意张氏的表现，拿出50两银子奖励张氏，让他去买样好首饰。次日一早，丁昭揣着2张画去了县城。夏上，丁昭回来说，临水县1个月内已经丢了3个3至6岁的小女孩，据是长相漂亮、聪明伶俐，还都是好人家的闺女。这是报案了的，没报案的不知道还有多少。这是一个团伙作案，少年在冀北省拐了多少个漂亮小姑娘，冀北省一直没抓到人。贺县令正在焦头烂额想法子抓人，看到画像非常高兴，说暂时不要打草惊蛇，先暗中巡查。元宵节快到了，那伙人肯定会有所动作，若破获这个案子，会赏丁昭，还承诺不把丁家人说出去。贺县令对这2幅图颇为意外。哎呀，衙门里的画师也画不到这么好。这个你画的？我年少时学业不错，只因为我爹得罪了人被诬陷，没人作保，才被迫放弃科考。这件事儿贺县令也有所耳闻，他非常遗憾。哎呀，那些有眼无珠的老东西耽误了你的前程，也让朝廷损失了一个人才呀。若丁家不是开了铁铺，他一定会把丁昭招进衙门当书吏。正月初10，天气回暖。这天，丁立春要离开家去军营奔前程，妹妹的事还没解决，他想推后几天再走。丁壮不同意。你留在家也解决不了问题，有我和你爹在呢，香香不会有事的。陈时末、丁山一家、丁立和丁有才以及一些关系好的族亲和乡邻都来了丁家2房。一行人把背着行囊的丁立春送至村口，丁香和张氏都哭了。600多里地，在前世不算远，开车3个小时就能到，可在这个年代就是远的了，1、2年见不到面都正常。丁立春把丁香抱起来，给她擦了眼泪，又跪下给长辈磕了头，摸了2个弟弟的压脚，让他们孝敬长辈，护好妹妹，就扭头大踏步走了。他不要父亲和杨虎用牛车送，而是步行去胶州。白天走路，晚上歇息，一天走80至100里路，6至8天就能走到。14岁的少年第2次进入职场，他的脚步坚定轻快，怀揣梦想奔赴前方。高大健硕的背影越来越远，消失在前面的那片朝霞中。丁香既不舍，又替大哥高兴。真抓到那些人了？这么快？真抓到了！我一进县城就听人们在议论，去了衙门知道的更具体。昨天灯会上抓的，一共抓了18人，大当家就是那个老太婆，人称金婶儿；二当家就是缺耳垂那个，人称季老二。可惜金婶狡猾，看出端倪提前跑了。昨天连夜审问，这是一个跨省大案，偷拐的小姑娘，顶尖的会以100至300两高价卖去扬州几个售马司馆，稍差一些的会以50两至100两的价格卖去青楼。那个团伙在徽州作案1年多都没有抓到，在咱们这里1个月就抓到了。虽然跑了一条大鱼，但剩下的人悉数抓获，5个小姑娘还没有送走，都救出来了。他们的家人跑去县衙前磕头，高呼青天大老爷。县太爷这次立了大功，说不定可凭此正绩升官呢。他极是高兴，赏了我10两银子，说是等案子全部了结了，还会有赏。丁昭倒不稀罕那点银子，他把惦记自家闺女的拍花子绳之以法，闺女就安全了。金婶虽然跑了，但到处都贴着她的画像，
他肯定不敢继续住在临水县，甚至不敢住在胶东省。你这次遇到危险，又由祸转福，看到人贩子的真面目，帮助衙门破获这个大案，这是好事儿。但是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凡事都有两面性。你是有福气，却不能像池子那样倚仗这个福铤而走险，最后变成祸，不只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他庆幸闺女有福，但福祸相依，不能让闺女由福转成祸。丁香点头答应。爹爹说话总是这么富有哲理，这次我的确大意了。丁壮和丁昭高兴，晚上多喝了几杯酒。丁香把酒壶拿走，父子二人才没继续喝。晚上，张氏终于由着丁香回自己的小屋歇息。丁香把门窗关好，在屋里又跳又跑，出了许多汗。他要梦见那个金婶儿，不抓住老太婆，总留了个不确定的尾巴。可惜菲菲不在，享受不到今夜的福利。丁香躺在榻上，周围香气弥漫。他闭上眼睛，不多时就觉得迷迷糊糊，眼前也豁然开朗起来。漫天寒星闪烁，镜头缓缓下滑，看到一片屋舍和街道。这里像是临水县城，老太婆还没有来得及离开。这里像是临水县城，老太婆还没有来得及离开。镜头滑落在一个院子里，继续推进，穿过一扇小窗，看到那个老太婆正坐在八仙桌旁，另一个40几岁的男人坐在另一边。男人后面站着一个人，居然是那个要强买丁香，逼得爷爷自断手指的孙大头。丁香吓得一声尖叫，清醒过来。他裹着被子坐起身，想着刚才的梦境。能让孙大头毕恭毕敬站在身后，那个坐着的男子很可能是交子铺东家蒋大棒。当初蒋大棒要把自己买下，就是想交给金婶卖去扬州吧。想到居然有人把自己跟那种生物联系在一起，丁香一个哆嗦。爷爷和爹爹没有不良嗜好，蒋大棒就把主意打到丁池身上，引诱丁池借高利贷，而2份文书的利息不同，就是想打自家一个措手不及，为强抢他找借口。钱是历史上的扬州瘦马，闻名天下，这里的扬州也是如此。这个世界很混乱，比如广州、扬州、长江等名字跟钱是一样，绝大多数的地名又不一样。比如黔州有些像前世的杭州，吴城有些像前世的苏州或者无锡。思绪跑远了，又赶紧收回来。那间屋子很奢华，家具像红木，八仙桌后的高基供奉着玉佛像，两旁摆着赤金香炉，墙上挂着关羽的大画像。那里肯定不是孙大头的家，而是蒋大棒的家。县太爷没注意到蒋大棒，说明金婶跟蒋大棒是单线联系，人贩子不知情，所以没把他们供出来。他们有联系，说不定这次强抢自己就是蒋大棒给金婶递了消息。必须得告诉爷爷和爹爹，金婶在蒋家。丁香起来，穿好衣裳，打开门去敲北屋的门。爹爹，我有事要跟你说。丁昭起身打开门，闻到一阵浓郁的香气。又让自己出汗了？我不是有意要出汗的，是做了噩梦，吓得出了汗。香香歇在这里，有爹爹娘亲，不怕啊。爹爹，我梦到了孙大头，孙大头来抢我，爷爷剁手指，出了好多好多血，我害怕。那是梦，不会再出现了。爹爹，焦子铺和金婶会不会认识呢？当初蒋大棒让孙大头抢我，是不是要把我交给金婶卖去那个地方呢？这次他们抢我，会不会是焦子铺跟他们说的？丁昭的表情一下严肃下来。孙大头如何逼迫自家卖香香，至今历历在目。那时香香正好3岁，符合金婶一伙抢人的所有条件。他们这次又打上香香的主意，真有可能是焦子铺递的消息。自己大意了，怎么没把这次的事和那件事联系起来呢？我还觉得金婶那么大岁数，不可能跑远，说不定就藏在临水县城内，等到风声过了再跑。他藏身的地方很有可能是蒋大棒家里。他相信闺女的福气，更相信闺女的聪慧。好好歇息，不要费神，那些事爷爷和爹爹会应付的。找钱大伯，先抓孙大头。丁昭允诺，这事自家没有证据，不好直接找县太爷搜捕蒋家，但可以告诉钱大虎自家的怀疑。钱大虎手下有人，找个人去举报他看到有长得像金婶的人进入蒋家，怕出岔子，先秘密抓捕孙大头审问。孙大头可是蒋大棒的心腹加得力干将。丁香在张氏的身边躺下，
他心里有事睡不着，可刚刚出了太多香汗，又特别疲惫，非常难受。在张氏轻哼的催眠曲中，丁香有了缓解，渐渐睡着。丁香和2个哥哥又在门口等爷爷和爹爹。3个小人儿嘴巴抿得紧紧的，异常严肃。香香，又在等谁呢？爷爷和爹爹串门子去了，现在还没回来。哦，不着急，天还没黑呢。天边最后一丝余晖隐去，天上繁星闪烁，连张氏都站在院子里等人。村口终于出现一辆牛车，3兄妹看不清赶车的人是谁，还是跑着迎了上去。跑近看出是杨虎赶车，几人的脚步又加快了。爷爷，爹爹，爷爷，大伯，哎，大伯怎么没回来？住在你钱大伯家了。看爷爷一脸轻松，那件事应该办成了。成了。成了，50捕快秘密抓捕了孙大头，孙大头熬不住重刑全招了。县太爷和县尉大人亲自带人去蒋家搜捕，在暗室中找到金婶，连着蒋大棒一起抓了起来。我看到他们被抓住，这才往回赶的。你爹还要办一件大事，会在钱家住几天。丁昭会想办法花重金买通衙役，把蒋大棒和孙大头的左手废掉。不说蒋大棒和孙大头窝藏要犯，他们平时也没少干违法犯罪之事。之前有人力保，而这件事一出，没人敢保。丁壮举起左手看了看，没想到这个血海深仇就这么报了。只不过不是自己亲手废掉那2只手，总有些遗憾。2日后的傍晚，夕阳西坠，彩霞满天。今年的春天来得早，刚刚正月中下旬，树枝上已经抽出了点点新绿。丁香又和2个哥哥在门口等爹爹，终于看到了丁昭了。他满面春风，一手抱着一坛酒，一手拎着几个油纸包，离老远就能看到他呲着大白牙笑。几个孩子迎上去，丁立人接过酒，丁立来接过油纸包，丁香四肢并用往爹爹身上爬。他才6岁半，还不满7岁。这一刻，丁香觉得日子过得实在快，转眼她就成大姑娘了，跟爷爷和爹爹要有距离感了。丁昭哈哈笑着抱起闺女。听上刑的衙役说，蒋大棒跟金婶是亲戚关系。蒋大棒供述，3年前他注意到咱家香香，就是听了别人的议论，说他把红鼻子3个字咽下，又道：说是丁老掌柜爱吹牛，随时随地都在说他孙女如何如何好看，如何聪慧，如何像冯素贞，将来要考女状元。他便上了心，让人悄悄来北泉村打探。听说小女娃是少找的好人才，够聪慧，就起了买下来的心思。狗娘养的，这蒋大棒想得更美，买下香香后他不会卖，而是让金婶寄养去那个地方，他出钱让人调教，长大后由他卖高价。丁昭不好当着孩子的面说瘦马司管，色艺双绝的瘦马最高卖过8000两银子的话，气得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爹，香香遭的那个无妄之灾，都是因为你爱吹牛，以后可不能再吹了。丁立人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因为爷爷吹牛被同窗笑话的话，也幽怨地说道：吹牛说大话，真是害人不浅。丁壮也后悔不迭，自己的宝贝孙女因为自己喜欢吹牛，差点遭大罪。他先打了自己一个嘴巴，又鼓着眼睛骂：老子早就没吹牛了，还用你们说？那个楚大棒，忒他娘的可恶！改天你再花些银子，让那畜生遭大罪。丁昭给了他一个这还用你说的表情。还买了20副药回来，总用了共28两6钱银子，还剩1两银子4串钱。那3贯钱吃住路费用了2贯8串钱，还剩2串钱。他又从包裹里拿出1两银子6串钱，这些钱是他从他娘手里硬要过来的。他娘气得大哭一场，爷爷和父亲也不赞成还给二房，他还是硬拿来了。丁昭很满意丁二夫的表现，不贪婪，拎得清。这些钱拿回去给四夫买些好吃的，希望那孩子早日康复，等病好就去知秀阁当学徒。香香已经跟龚掌柜说好了，他会亲自调教四夫。丁力和丁有才高兴得直搓手，丁壮父子管四父是管到家了，这1两多银子也落到了自己家。丁有才给丁昭抱拳感谢，丁二夫又带丁四父跪下磕了头。几人出了二房，丁二父说去3房有点事，丁力和丁有才回了家。他们说了让丁四父给龚氏当徒弟的事，王氏喜极，丁四父都激动流泪了。王氏是觉得儿子又有靠了，丁四父是喜欢当裁缝。把你二爷爷二叔哄好，说不定你将来娶媳妇的钱他们都会出。
娘不要这么想，二爷爷一家帮我够多的了，等我有了出息，会报答他们，不会再花他们的钱。切，他们连1000多两的铺子都买得起，听说立春将来还能当军官呢，稀罕你报答个屁呀！丁力和丁有才看看不争气的丁四富，自家贫的叮当响，还要往富人脸上贴金，都说他聪明，哪里有聪明了？丁二富回来，丁有才伸出手，剩下的钱给我。我明天要去镖局，没时间照顾四父，把钱给三奶了，让他去镇上的时候给四父带些好吃的回来补身体。嘿，你个王八羔子，那些东西你娘不会买吗？还需要求外人？那么多钱呢，你就不怕他们把银子昧下？我就是怕有人把银子昧下，既亏了四父的身体，又负了二爷爷和二叔的好意，让人瞧不起。爹，你就不想想为什么二房三房都富了起来，只有我们家最穷？再想着占小便宜，不团结兄弟亲戚，咱们会更穷。丁二富眼睛一瞪，几个长辈都有些害怕，不敢再讨钱。丁山和谢氏等丁二富走了，去了二房。二父定是怕他爹娘把钱挪作他用，你们不高兴，才把钱交到我们手上。那孩子溜得清。大房有二父和四父，还有希望。二富哥和四富哥像谁？像我爹，我爹是个好人，只可惜身体一直不好，家里又没钱让他长期吃药。我7岁时他老人家就病死了。我娘养大我们兄弟3个不容易，或许吃了太多苦，就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再经丁夏氏一挑唆，把二嫂折腾死了，这个家也折腾散了。若他当初不听丁夏氏的话，二嫂一直活着，他也能多享几年福。丁山最恨丁夏氏，又咬牙咒骂了几句。丁香暗道，是隔代遗传呐，这么说丁盼弟也像太爷爷了。2月初，苹果种子出了32株幼苗，杨虎小心翼翼地栽进瓦盆，等到明年春天再移栽去地里。能出这么多苗，少不了杨虎的精心培育。丁香建议丁昭赏了他2贯大钱，提高员工工作热情，让他们发挥最大主观能动性。陶家大院也陆续运来建房材料，又在附近几个村招人建房。丁壮的确知道那位陶举人，陶举人比我大8岁，他们搬走的时候我才11。陶举人几乎不出门，我没跟他说过话，但是跟他娘说过话，还帮过他1次呢。我小时候就爱打抱不平，比我大3、4岁的坏小子打了起来，我以1敌2，把他们都打跑了。陶大娘为了感谢我，给了我2个烧饼吃。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吃烧饼，香得像登了仙。他吃了半个，留了1个半，跑回家给母亲兄弟吃。原来是帮陶举人的娘打架。丁香暗乐，嘿嘿，有了这个缘分，或许能跟陶举人拉上关系啊。2月初开始，丁香就同丁昭、丁立人、丁立来写了许多广告词，让人贴去县城各处和码头以及附近小镇的树上墙上。识字的人颇有兴趣地大声念着富有诗意的广告语：10寸富贵花，9路同心缕，心有千千结，9路双丝扣。直白的广告语：做优雅女人去9路织绣，做成功男人去9路织绣，做不一样的人去9路织绣。简单广告语：望眼欲穿尽在9路，彩着彩衣尽在9路。呵呵，丁昭几人边写边笑，哎，他们也不知道香香的小脑袋里到底装了些什么，还让赵氏、张宇等人做了几10套用蓝色粗布做的褂子，送给码头商贩和车夫。闺女啊，这么多吃闲饭的，得花好多钱呢。不多，以后忙不过来还会招人呢。28开业，这天一大早，丁香就穿上那件早已做好的带菊花盘扣的天青色被子，里面穿着樱草色中衣和同色纱裙，漂亮的不像话。丁壮皱着眉，香香这么好看，少出去亮相。特别富裕的直接让绣娘量尺寸，选了料子做适合用盘扣的衣裳。好在东西准备的多，不怕卖完。9路织绣阁火爆的生意羡煞一旁众商铺，更气坏了沈家人。丁香非常有成就感，织绣阁走上了正轨，又有能干的龚掌柜，以后不用他操心了。3月初时，丁四富腿好了，虽然还是瘸，却比之前好多了。他带着2套衣物住去县城9路织绣房。他走之前，丁香跟他说了龚掌柜的能干，也暗示龚掌柜没有儿子，
这辈子不想再婚。龚掌柜和丁四富都是好人，又没有多的依靠。丁香希望丁四富跟龚掌柜学到真本事和为人处事，也希望丁四富能够感恩，将来善待龚掌柜。丁四富正式磕头拜师，表示定会好好学习，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将来孝敬师傅，报答帮过他的人。听了丁四富的表态，龚掌柜心生感动。他早看出小主子不是池中之物，小小的临水县城装不下他。闺女跟着小主子不知会去哪里，怕自己老了孤单寂寞。若四父知道感恩，不需要他养老，时时来看看自己就满足了。这天4时初，丁香又拿着一本这个时代的诗集，带着黑子和菲菲去三房玩。在夏儿家门口停下，黑娃汪汪几声，夏三分就拿着绣线乐呵呵走出来。三房只有谢氏和丁真在家，赵氏去镇上买东西，丁大牛跑去跟村里小娃一起玩。丁真笑道：香妹妹，你能教我认字吗？我也让我跟香妹妹学习，不说像你这样有才吧，只认识简单的字，会写自己名字就成。好啊，我先写几个字教你，明天送你一本百家姓。言下夏三分认真打着烙子，灵儿给丁香绣着帕子，丁真认真地跟着丁香读着纸上的几个字：赵钱孙李。软糯的童声飘出小院，让路过的人都有一种别样的心情。突然，一个熟悉的大嗓门在院外响起：妹妹，你在这里？是丁立春的。丁香愣了一下，觉得像做梦。立春哥，大哥，立春哥怎么回来啦？打开院门，看到一身戎装的丁立春牵着马站在门口。丁香兴奋地尖叫起来，一下跳上丁立春的身上。大哥，你好威风，好俊俏啊！哎呀，立春越来越出息了，能把这么多军爷请来家里做客，还有2位神仙般的后生，长得好生俊俏。哎，他们是谁啊？丁壮本就爱吹牛，家里有了这等好事更不会藏着，他皱着眉毛骂了几句。立春那个臭小子要来贵客也不提前说一声，弄得家里没有准备。还好那几位官爷没架子，亲民，没怪罪我们招待不周。众人最看不惯丁壮这个实际心里乐开花，还要装作不高兴的样子，却拿他没辙。快说，那些都是什么官啊？秦大人官至千总，跟守备大人的官一样大，都是五品，能给老娘妻子请封诰命的。2位大人特别赏识我家立春，说立春文武双全，将来准有大出息。那几个年轻人，孙公子是参将大人的公子，你们知道他伯祖父是什么官吗？是都督侯爷，官衙在京城，天天跟皇上一起商议国事。别看孙公子岁数不大，已经是5秀才了，听说明年要参加武举秋试，出息着呢。朱小将军是游击将军的公子，钱小将军是钱二当家的大公子，他们都是官。那几位官爷想进山打猎，我就让招子陪着他们去，晚上在我亲家家住上1宿。村民们一通羡慕嫉妒恨，特别是夏礼正和夏忠，嫉妒的眼冒绿光。夏三分、丁真、夏礼正的大孙女夏荷等6、7个小娘子也来了，他们关心的是那2个俊俏公子，一个个激动的小脸红扑扑的。他们长得好俊啊，特别是那个穿戎装的。不对，穿便服的公子更俊。我也觉得穿戎装的俊俏些，穿便服的俊。另一个太严肃了，看着吓人。几个小娘子斗起了嘴。丁香好笑，古代小姑娘也追星啊。穿戎装的是朱小将军、钱小将军，穿便服的是孙公子。孙公子是5秀才，将来也要进军营的。他们多大岁数啊？孙公子好像16岁，钱小将军21，朱小将军不知道。他们娶媳妇了吗？钱小将军的儿子2岁了，另2个不知道。打听的人一走，丁香就把丁立春的包裹拿去上房。臭小子，想得还挺周到，知道老子手痛就买了副手套。张氏也眯了眼，丁壮让张氏把屋子收拾一下，张氏也不让女人过来做绣活了，领着杨虎家的和李麦高家的准备被褥。丁壮悄悄地把他柜子里的蜜汁香拿到丁香屋里，交代丁香藏蜜汁香的柜子要锁好，门窗要关好，不能让蜜汁香味散发出去，乡民闻不出那种味道，这些人就不一定了。丁香又绞尽脑汁想做什么吃食，
以后他家遇到事儿，那几人是可以拿出来扯虎皮拉大旗的。何况秦将军还救过自己，最贵的海鲜那几人不稀罕，除了买卤味，张氏娘和杨虎家的、李麦高家的只会做家常菜，而且这个时候青黄不接，地里只有韭菜、包菜、小葱、蒜苗能吃。丁香想了半天，还是选择做穿越女主最爱做的菜——烧烤。对于他的建议，丁壮和张氏都愿意听。明月高悬，山风清冽，夜色中的群山巍峨肃穆，白水河波浪翻滚，浪花拍打在岩石上，发出哗哗的响声。郭守备几人在张大宝、张小宝的带领下去了柳洼村后，沿着白水河河岸信步走着，说着明天如何过河，从哪里进山。秦海和朱战走在最后，与前面的人拉开一定的距离。这里地势空旷，不怕有人偷听。两人说话依旧小心翼翼，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后，朱战问道：秦伯，完全确定了吗？我已经完全确定，那个小姑娘就是三姑太太的孙女。她不止长得像三姑太太，还有她身上的香气，我肯定那不是任何香料的香，更不是药香，幽香温润，还有一丝丝的甜，比龙涎香和蜜脂香都好闻，跟三姑太太和方姐身上的香是一模一样。丁家父子聪明，带着孩子上了心，能想出那种法子掩饰他身上的香气。朱战无声地笑起来，想忍都忍不住。之前有9分9肯定丁香是三姑祖母的后人，自己的小表妹，今天最后一丝不确定又被秦叔确定了。董家还有个这样的后人，真是天意。当初老太爷6个子女，大老爷、大姑太太、三姑太太长得最像，都像老太爷，也就是像后人中呢，只有方姐最像大老爷，丁小姑娘最像三姑太太，大姑太太的后人除了那位二爷与大姑太太有稍许相像，其他人完全不像。是啊，我长得也不像董家人，表叔和立春兄弟也不像，我和他们站在一起，任谁都看不出我们是亲戚。不像也好，你进京办事才不易被人察觉。感谢薛老爷啊，为了保住三姑太太走了那样一步险棋，连自己的命都搭上了，如此迷惑了那家，也迷惑了我们。早年我爹来临水县寻过2次，都没寻到一点蛛丝马迹。若丁家没有这个女娃娃，又被孙将军无意看到，哪里想得到三姑太太没有丧生在火海，还留下了后人。只可惜啊，三姑太太逃过那场劫难，还是被老仙婆搓磨死了。董家老一辈人除了我爹都没了，那一家人为了灭董家及后人，无所不用其极。秦伯，你说那个预言是真的吗？想想他老人家，再想想那个老女人和那家人那么害怕，使尽了手段想灭了董家，把那样东西找到，应该是真的吧。说是这样说，他还是不太确定，怎么会有那么玄妙的事。当初老太爷和大老爷让父亲和自己带着大少爷逃走时，才告诉他们那个传言，他觉得不可思议，又极是愿意相信是真的。现在终于出现这个小女娃，若那句话是真的，那个东西还在，连老天都帮着自己这一方。京城那位二爷闺女的香气只持续了1个月，得了一场怪病就莫名消失了，否则那些人一定不会让她长大。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那些人做梦也想不到，远在千里之外又出了2个他们最怕的人。可惜啊，方姐夭折了，上天保佑另一个好端端的活下来，还被我们找到了。想到那个一出生就病魔缠身的小人啊，用尽千般手段也没留下他。我娘听说香香长得跟妹妹很像，也带有香气，急着想见她呢。将军说的对，好事不在忙，先保证丁家人的安全，特别是小姑娘的安全。老掌柜父子厉害，一般的地痞流氓欺负不了他们，遇上事大的，让郭胜冲看好他们，再派2个人去暗中保护。在没有防备措施的情况下，万不能让小姑娘进京或者去广南一带。不知那样东西留下没有，三姑太太是否有所交代，不好贸然相认，以后找机会慢慢跟丁家靠近，再说相认的事吧。陶侍郎要住去北玄村，他不会坏事吧？秦海还没说话，前面的孙宇浩站下，冲他们笑道：秦伯，那走水路你最在行了，来看看咱们从哪里过河比较好啊？
次日上午，丁香让杨虎家的买了一些羊肉和五花肉、干蘑菇回来，又买了一些木炭，晚上试做烧烤。闺女，小茴香是药，冲鼻子不好吃。小茴香味道重，才能把羊膻味压下嘛。娘听我的，没错。这当然是他为自己用小茴香找的借口。另外还有8种调料，这个时代有的他都用上了。他跟李高家的说了如何腌制烤制，晚上先烤出几串羊肉，丁壮和丁立人、丁立来香的差点把舌头吞进去。之前不觉得羊肉有多好吃，烤羊肉原来这么香。比酒楼里的四喜丸子、酱肘子、五香排鸡都香。加了小茴香，羊肉不止没了膻味，还别有一番滋味。丁香又去厨房对杨虎家的说：“杨婶儿，其他菜也加小茴香，香着呢。”一家人饱餐一顿，加了小茴香的烧烤，一致赞成明天招待客人就用这道菜。人多竹签不够，杨虎和李麦高削签子削到半夜。第3天上午，张氏在家收拾屋子，丁香让杨虎家的和李麦高家的去镇上买了5斤羊肉、10条鲫鱼、2斤五花肉，以及猪皮、蘑菇、木耳、海带若干，另买了几个卤味下酒，又去蒋豆腐家买了几块豆腐和2斤豆干。孙家送的干鱿鱼昨天就发上了，这东西做烧烤也味美。家里有自发的绿豆芽，豆芽本身不能做烧烤，但可以包在五花肉里做，再杀一只公鸡，加上地里的韭菜和包菜，也有10几道菜。可惜这个季节没土豆，那几人都是大胃，量要备足。吃完晌饭，张氏就带人把肉码上，等到喂食末，那些人还没出来，丁壮和丁香都担心起来，怕出什么意外。申时末，丁香又站去门口，不知等2哥3哥，也在等爹爹、大哥和那些人。先把丁立人、丁立来等回来，他们放下竹篮，陪着妹妹一起等。他们不仅想大哥，还想看看那2个能为母亲请封诰命的大官。村民们也在等，家家院门大打开，不时冒出一个人头看外面。夕阳落下，天边还剩几丝晚霞时，天空突然出现一只苍鹰，它扇动着大翅膀从山里飞出，猛地扎下来，落在丁香面前。菲菲，丁香高兴地抓住他脖子。爷爷，我爹爹他们回来了，杨叔给菲菲漱口。丁壮赶紧走出门迎接，张氏领着人在厨房忙碌起来。小半刻钟后，村头终于出现几个高大的身影，打头的正是秦将军，肩上还扛着什么野物。众人一脸兴奋，拖了许多猎物。村民们吓得把门关上，留一条缝偷偷往外看。只有夏里正和夏员外跑出来，去给郭守备和秦将军见礼。郭守备摆手道：“我来是办私事儿，你们自去忙吧。”一行人直接来到了丁家2房，有2只野猪、2只狍子、1只野羊、3只狐狸。丁立春和郭敏走在最后，居然拖着1只老虎。丁昭悄声地交代张氏：“秦将军的意思是，老虎和2只赤狐不要动，留给郭大人。其他野物今天晚上处理了，给钱家1只野猪、1只狍子、1只狐狸。”意思是自家留1只野猪、1只野羊、1只狍子，还给张老丈家留了1只狼和1头野羊。杨虎和李麦高拿着需要处理的野物去了后院，丁立人和丁立来及大陆小陆跟着去看热闹。丁香不愿意看那个场面，嘱咐杨虎先把猪腰、羊腰、狍子腰收拾出来，再砍几节羊排拿来厨房，码了料后做烧烤。可惜时间不够，肠子来不及烤，在厨房码料，烤会在院子里。李麦高家的主烤，张氏和杨虎家的打下手。因为打了只大老虎，郭守备特别高兴，笑容也多了几分。打了1天猎，秦将军跟丁昭更熟了，与丁家父子交谈甚欢。开始喝酒，先把6盘卤味端上桌，丁壮和丁昭陪客人，大头兵丁立春和郭民站在一旁服侍。钱雷和朱战邀请丁立春一起吃，丁立春红着脸摇头拒绝。丁壮和丁昭对丁立春的表现很满意，没有因为在自家就不知天高地厚。一阵阵香气传进屋子，孙宇浩吸吸鼻子问道：“这什么味道呀？这么香？”是烧烤，今天主要吃那些东西。他不知道爷爷为什么要安排这个上不了台面的菜，但已经安排了，他也不好多说。第一波烧烤端上来是烤羊肉和五花肉、鱿鱼。钱雷鼓着眼睛说：“鱿鱼也能烤着吃？香，别有滋味。”这几人都吃过烤肉，
却没想到丁家烤肉这么美味，与之前吃的完全不一样。孙宇浩笑道：这烤肉比我之前吃的所有烤肉都好吃。小茹去金城侯府的时候，他家的烤鹿肉远没这么香。众人频频点头，也不吃卤味了，都等着吃烤肉呢。后来丁香去九路织绣坊听龚掌柜说，朱战、秦海、孙宇浩去九路织绣坊买了近2000两银子的东西。龚掌柜吓坏了，说再这么买下去就要断货了，那几人才收手。丁香乐起来，朱战家是海匪出身，他们抢劫的宝贝很多吗？想想前世阿里巴巴与40大盗芝麻开门后，洞里堆满了金银珠宝。钱飞说朱战的父亲打倭寇和海盗一打一个准儿，或许他们真的积累了不菲的家资，有家底儿了，又被朝廷招安，不再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朱战的父亲狡猾的。丁四父在铺子里跟龚氏相处愉快，非常用功，人又长胖长高了，穿得很体面，都是龚氏给他做的衣裳。灵儿也很体贴这个小师弟，来看望母亲的时候，时常会给他买些好吃的。丁四父经常感叹，原来他也能这么幸福。他更加思念杳无音讯的丁盼弟，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还活着没有。唯一让人不舒服的是，偶尔王氏会来生些事端。他找丁四父要钱，丁四父依旧每月给他50文。他看儿子穿得体面，屋里有点心有糖，不相信他只拿这么点钱。丁四父告诉他，衣裳是我师傅给我做的，点心糖果是昨天师姐给我买的。王氏把吃食包起来拿回家，又让他跟师傅暗示家里的日子不好过，这些面料给孩子做了可惜，不如送给大人，也全了他的一片孝心。丁四父摇头不愿意，被王氏揪过耳朵。王氏又厚着脸皮去跟龚氏诉苦，龚氏冷着脸说，那些卖剩下的齿头卖不出去，我就拼起来给四父做了几件衣裳。说完不再搭理他。王氏走后，丁四父又去给龚氏作揖道歉，羞得满脸通红。龚氏笑道，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巧了，一节香木就这点地方纹路是金线，其他地方都是黑线。也知道你早会，这东西交由你自己保管，现在不能带，也不要被别人看见。等到你长大了，你爹说什么时候能带了，你再带。丁香拿回去藏起来。4月底的一天，丁昭带回来一个好消息，李氏铸造工厂经营不下去了。不出意外，过2天就能买下来。买下来后，再在旁边买5亩地，建个铁铺，丁氏铁铺搬去那里。闺女说的对，2个地方挨着，那边铁坯筑好，这边打铁，方便。5亩小了，买10亩。5亩只够建铁铺，以后人多了，要有办公区域和员工休息区域。丁昭绝对听闺女的，答应的痛快。第3天，丁昭就把李氏铸造工厂买下来了，花了320两银子。那里虽然地方比较大，但在镇子外面，地皮便宜。丁昭又在旁边买了10亩荒地。丁壮和丁昭不懂铸造，但只要与铁有关，他们就喜欢。买下铸造工厂，比家里开9路织绣阁还高兴。铸造和打铁都与铁有关，他们商量半天，起了丁氏铁工坊这个名字。丁香表示不同意，他觉得用了姓氏就限制了发展。名字丁香早就想好了，叫宝庆铁工制造行，简称宝铁。嘿嘿，等到冶炼出钢，就叫宝庆钢铁制造行，简称宝钢。只有丁香懂得这2个字的含义。建设大黎朝最大的钢铁厂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宝庆铁工制造行下设2个机构，当然不能叫车间或分厂，而是叫铸造工坊和锻造工坊。他把名字一说出来，不说丁壮和丁昭喜欢，丁立人和丁立来也喜欢，都觉得这个名字高端大气上档次。丁香又叮嘱丁昭爹爹，一定要留住手艺好的铸造工匠，月钱加到他们满意。好的工匠师傅尤为重要。次日早上，丁壮和丁昭带丁香坐骡车去了宝庆铁工制造行。宝铁距镇子2里地，离黑龙河不远，若步行从北泉村过去需要半个时辰，坐骡车也要2刻多钟。这是乡下道路崎岖，若好走会更省时。要做就要往最好的做，看看9路织绣阁，先期投入的多，后来才赚的多，连京城江南的人都来买货。宝铁以后做好了，生产出的铁器会卖往全国各地，还要多招人，扩大规模呢。丁香展望未来的话，听得丁壮和丁昭热血沸腾。那种好事儿他们不敢想，但心里高兴。看看这场地，
他家不垮谁家垮呀？就像大爷爷家又脏又乱又不收拾，日子才没有咱们家和三爷爷家过得好。最浅显的语言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丁壮和丁昭深以为然。几人走走停停，规划着宝铁该如何改扩建。丁壮诧异道：香香怎么了？有什么事啊？没什么。不知不觉到了晌午，石头和梁子去镇上买了一些酒菜回来，几人吃完饭继续商议。丁香提议道：九路织绣阁投入大，挣得多，宝铁弄好了比织绣阁还赚钱，不必心疼银子，该花的必须花。2个月的时间，织绣阁净赚3000多两银子，算是日进斗金了。能挣这么多，主要得益于前期的积累和盘扣的新奇。随着别家做出盘扣，织绣阁的收入肯定会大幅减少，但名声已经打出去，生意比其他绣坊好，还是能做到的。丁壮父子喜欢铁疙瘩，都愿意往这里面砸钱。他拿出那块吸金土：爷爷爹爹，我总觉得菲菲带我去吸金土那里有深意。爷爷爹爹，我总觉得菲菲带我去吸金土那里有深意，就像他叼来咱家的那个红苹果，把我吸引去了鸡头峰，在那里我找到了灵芝和蜜之香，救了爷爷的命，让咱家发了财。丁壮和丁昭点点头，的确是菲菲把红苹果叼来自家，又把香香吸引过去。闺女什么意思啊？我天天都在想这块土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菲菲要带我去那里？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天我真的梦到吸金土了。香香梦到什么了？我梦到一个里面抹了泥的带嘴的大桶，有些像今天在铸造工房看到的铁水包。大桶最底部边上有个用泥巴围住的小坑，里面放了这种吸金土，上面还覆盖了一块薄铁片。洪亮的铁水倒进去，里面的铁水立即炸开，像过年放的烟花一样好看。等平静下来后，再倒入模具中，就成了不同形状的东西。后来又将这些东西放入窑炉，加热到呈殷红色，然后熄火，等到东西呈暗褐色后再拉出来。他不好说，铁水与稀土产生了球化反应，冷却后的铁器组织变成了球末铸铁，然后再进行退火热处理，进一步优化球铁的基体组织。丁香眼里盛满迷茫。我梦到过2次，2次梦到的情景一模一样，好奇怪。丁壮和丁昭对视一眼，他们都想起香香1岁多的时候梦到好事用针扎他，后来好事果真往他身上放了针。这个梦一定是安安给香香托的，一定是准的。这个梦一定是母亲和二姨母给香香托的，一定是准的。2人的神色都郑重起来。我就想啊想啊，想到爷爷说窑厂加吸金土是为了增加硬度，那铁水里加吸金土会不会也能增加硬度呢？铁水的颜色为什么有变化？我怎么想都想不明白。我想的头痛，就没敢再想了。丁壮和丁昭的眼睛一亮，是啊，陶瓷加吸金土能增加硬度，铁水加吸金土说不定也能增加硬度呢。至于铁器为什么变颜色，总有原因。香香再说一遍。丁香思索着又说了一遍，丁昭还怕忘了，拿出纸笔记下。好孙女儿，头想通了，那就不要想了，这件事交给爷爷和爹爹去办。工房扩建和铁铺搬家的事你来做，我带人铸造加了吸金土的铁器，不要怕多花钱。若这件事情成了，咱们家的铁器准能大卖。何止是铁器能大卖，兴许还能功在千秋呢。他激动的脸红扑扑的，连鼻子都有些红了。铁器好了，何止是民用的农具刀具好，用处简直太多了。丁香高兴地捧着丁壮的大黑脸吧唧一口。爷爷是顶尖工匠，虽然不是铸造匠人，但一生跟铁器打交道，又有钻研精神，肯定能实质成功。爹爹说的对，弄出好铁器功在千秋，等到弄出球末铸铁，宝铁打出的民用农具质量得到极大提高，就提议改进火器和冷兵器，然后再想办法炼钢。几天后，章鱼生了一个6斤4两的男孩，取名夏喜。这是夏二家第3代第1个男丁，全家人喜极。喜3这天，除了张老爷身体不好，张小宝跑伤不在家，张家全家人都来恭贺。夏家住不下，就住来丁家。张前小姑娘已经10岁，身体好多了，长高了不少。
完全看不出小时候是个病秧子。张大宝的意思是，最好他能像张瑜一样嫁来山外，还是请丁昭和张氏帮忙。如今张家的闺女好说亲，许多人家都觉得他家闺女旺夫又会生男丁。看看张之娘忘了丁家生了2个儿子，再看看张瑜忘了夏家头胎就是儿子。丁香深感同情，这么小的孩子就急着说亲，唉，古代孩子真可怜。小舅娘柳氏长得健壮漂亮，只是黑了些。闺女张慧2岁多，儿子张金满刚满1岁，2个小家伙都被背来了，再加上郭姑父家的郭子明，丁香又当起了孩子王，专门负责看孩子。听说陶家的院子已经全部建好，家具也打好了，主家6月上旬就会搬来。丁家的家具也全部打好，定于6月初3正式搬家。而丁丽来和丁丽人的屋子分配却犯了难，他们住西厢房没意义，问题是2人都想住北屋，因为北屋跟丁香住的上房西屋离得最近。丁丽人认为自己是妹妹的亲哥哥，理应离得近，而且自己之前事让着丁丽来，这件原则上的事情不能再退让。丁丽来认为妹妹说过自己是他的亲哥哥，分了家跟没分家一样，自己就该离妹妹近。2个小子犯起了倔，谁也不让谁。丁昭对丁丽人说道：你是哥哥，让着弟弟。以前我都让着他，这件事我不愿意让。香香跟我是一个娘生的，我们才是亲兄妹，而弟弟是4婶生的，跟妹妹是堂兄妹，他非得说妹妹是他的亲妹妹，这是掩耳盗铃。我是妹妹的亲哥哥，是妹妹亲口跟我说的。爷爷二伯都说分了家就跟没分家一样，原来是骗我的。丁壮鼓着眼睛对丁丽人说道：你是哥哥，怎么就不能让弟弟呢？我定了，你住在南屋，弟弟住在北屋。我凭什么该事事要让着他？话没说完，脑袋就挨了丁壮2巴掌。混账小子，老子让你让你就得让，再敢顶嘴，看我怎么收拾你！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这点道理都不懂吗？丁丽人抹着眼泪跑了出去。丁香不赞成的看了爷爷一眼，爷爷什么都好，就是脾气急，爱打人。棍棒底下出孝子，你爷和你爹都是这么过来的。好好好，下次不打了。丁香跟着丁丽人跑去后院，看到他蹲在鸡圈旁抱着头哭，小哥哥呜啊呜啊哭得很伤心，吓得鸡圈里的鸡咯咯直叫。他难过的不只是没住上北屋，还有平时受的委屈。二哥，在我心里你是最完美的哥哥。妹妹说的是真心话，我真的最完美。当然是真心话，我一直记得，哥哥有了好吃的好玩的，第一个想的都是我。他把这些年丁丽人对他的好通通数落了一遍，数落出来，连丁香都有些不好意思，自己可是成年心思，这么占小朋友的便宜，实属不该。丁丽人心里痒痒酥酥，觉得妹妹的这个评价是对他最大的肯定，比先生表扬他还让他满足。丁丽来那个自私鬼，不可能对妹妹这么好。不是他不想对妹妹好，而是他想不到这么多。既然妹妹知道自己的好，离妹妹远些又何妨？何况远的只是一个厅屋，几步就走到。让妹妹看笑话了，我是哥哥，还让妹妹来劝我，真不应该。丁香拉着他的手，2人一起向前院走去。走到拐弯处，看见丁丽来正站在树下看他们。丁丽来幽怨地问：二哥，妹妹，你们生我的气了是吗？三哥，你遇事儿不能总是哭。意思是你用哭争好处，没有武德，争来也不算胜利。丁香这么做不是向着丁丽人打击丁丽来，而是觉得该敲打敲打丁丽来，不能让他总是利用别人的同情博好处，对他的成长不利。而且就是丁昭不说什么，张氏心里肯定会有想法。长久以往，丁丽来与家人的关系不好相处。你们都想住那间屋子，又都有各自的理由。我倒有一个主意，你们抓阄，谁抓赢谁住，愿赌服输，不许耍赖。丁丽人眼里冒着金光，这的确是个好法子，公平公正。见丁丽来不表态，丁丽人冷哼道：妹妹，算了，他除了会哭，什么都不会。谁说我不愿意啊？抓阄就抓阄，你输了可别再跑出去哭啊！你才只会哭。一张纸片上写北，一张纸片上写南，他揉在一起，在小手里换了几换，说道：抓住哪个住哪屋，谁都不许玩赖。他们各抓了一张纸打开，
丁立人抓的是南，他垂头丧气地看了妹妹一眼。丁立来抓的是北，他高兴地跳了跳。这是我抓就抓来的，不是哭来的。嘿嘿。又过去拉着丁立人的手说：“我的床大，二哥想住来我屋，随时欢迎。”这话你说的倒是别嫌我烦。丁香乐起来，丁立来有时候还是蛮有心眼的，一句话就化解了两人之间的矛盾。张氏一个人坐在北屋里，她有些气闷，丈夫和自己一直拿丽来当亲儿子看待，到头还没落到好。听到三个孩子的说笑声，极是纳闷，什么事这样高兴啊？丁香拿着2个纸团，二哥3哥抓阄，重新分配屋子。嘿嘿，二哥还是抓到了南屋。大丈夫愿赌服输，南屋就南屋。见几个孩子和好如初，张氏心里又欢愉起来。晚上，丁香在门外放哨，丁壮和丁昭在他们和丁香的房里地下的墙角各弄了一个专藏宝贝的暗洞。这天天刚蒙蒙亮，丁壮、丁昭、张氏、丁香就起来了。张氏在屋里收拾东西，另3人把需要往那边搬的宝贝拿出来，把之前的小洞填上土。为了不让人看出端倪，还在外面捧了些干土撒在上面，再拍紧实，又把宝贝拿去东院藏好。丁香的祖母绿藏在了床底下的洞里，丁壮的玉佩藏在墙角里，蜜之香锁在柜子里。丁昭屋里那个洞暂时没有东西可藏，先空着。娘亲好美，就硬是把她拉着坐下，把香枝、胭脂、口脂、梅石摆在桌上。除了大年初一那天由着闺女上了妆，其他时候张氏都不愿意，怕人笑话。哎呀，娘就是乡下妇人，这么大岁数还把脸打得通红，人家要笑话的。娘如今是太太了，以后还要当夫人呢，就要这么收拾。你看爹爹打扮起来越来越年轻俊俏，书里有句话，女为悦己者容，为了爹爹，娘也应该打扮得漂亮些啊。丁小姑娘认得字？认识一些，跟我几个哥哥学的。这也是你画的？啊，我爹爹和我二哥喜欢丹青，我跟他们学的。丁真在一旁笑道：学着学着，香妹妹画的就比人哥哥好了。真是个少找的聪明妮子啊。哎呀，小姑娘长得好，又这么聪慧，只可惜了这一身冲鼻子的药味，像是有什么隐疾呀。钱太太说这小孩子小时候掉过魂儿，倒是让带药丸的。哼，这是丁家人的说辞，谁知道是掉魂儿还是隐疾呢？丁真和夏荷能陪夫人吃饭，让丁山一家和夏李正夫妇极是开怀。吃饭的时候，大舅娘于是悄悄把丁香叫出来：香香，甄丫头都能来陪夫人吃饭，咋不叫我家浅丫头来陪呢？我们是你的亲舅舅，甄丫头的爹只是你堂叔，论远近亲疏，我们跟你亲多了啊。大舅娘，你也知道钱姐姐的性格，让她来这里吃饭，兴许她连嘴都张不开呢。于是气得翻了一下白眼。香香把我家钱丫头看得太不记事了啊，她不比甄丫头差。丁香不愿意跟他多话，扭头走了。于是气不过，又去找张氏，让张氏跟丁香说说情。张氏也觉得张钱胆子小，去了不好，低声说道：大嫂以为陪夫人吃饭是美差，告诉你那是苦差事啊，随时要看夫人脸色，吃饭都不香。第2日上午把张家人送走，家里才平静下来。昨天晚上和今天一早，于是又给丁香几次撂脸子，还瞪了他几眼。不只因为丁香没让张浅去陪郭夫人吃饭，还因为他没让张浅跟他一个床睡觉，觉得丁香势力远近不分，瞧不起山里人。张家人一走，他就向丁昭和张氏告了状：我大嫂越来越拎不清了。他们事事求我们，还要给我们脸色看，以后别让他来咱家。香香莫气，我明天就回娘家，让我爹和大哥收拾他。娘，不要回去啊，干嘛为这点子事跑那么远的路啊？张氏可不觉得路远，想着把家里安排好，明天就回家。灵儿，婶子去柳阿村了，让姐儿在家好生吃饭，按时歇息。灵儿服侍她穿好衣裳，走出门，看见许多鸟儿在树上叽叽喳喳叫不停。她一出来，几只鸟儿就盘旋在她的上空。菲菲在家，除了一对旧雁赶住去西院救巢，别的燕子和鸟儿都不敢来。那个小家伙已经有好几天没回家了。丁香心情好的要飞起来。吃完饭，丁香信步走去后院的凉亭里，
头顶上依然盘旋着几只鸟儿，蓝天悠远，满目青翠。丁香舒服地伸了伸懒腰，前世梦寐以求的日子，通过几年奋斗实现了。虽然她是铁匠之女，身处乡下，但她知道这里的日子一定是她2辈子最舒心惬意的。前世不曾有过，以后去京城了不会再有。有时候她甚至会想，就这样过吧，这里多安逸，干嘛去找不痛快？可想到自己差一点被夭折，贾寻香还在享受着本不属于她的一切，又觉得应该回去。还有一点，丁香百思不得其解，她之前的身份只是公主之女，没有皇位爵位供她继承，寻老妖婆为什么要冒险换孙女？收益和有可能产生的危险严重失衡，背后应该另有隐情吧。小妹妹，陶举人要搬来了，我看到有好多辆的车往陶家大院运东西呢。丁真激动的小脸红扑扑的，丁香听了赶紧起身与她一起去村口看热闹。灵儿领着黑娃跟在后面，村外一条小路到达村口，夏里正听说后一路小跑去了陶家大院。不多时他回来说，陶老爷后天就搬来。又掏出10两银子笑道，嘿嘿嘿，卢管家说陶老爷一直记着咱们村对他和他母亲的善意，至时后愿意来这里安家，家里地方有限，不便请所有村民去做客，就拿了10两银子让咱们村摆个流水宴，一起乐呵乐呵。他笑得满脸菊花，专门给爷和爹晾的，放了好些糖呢。酸梅汤甜，他们的心更甜。陶举人要搬来了，后天吃流水宴。流水宴听着热闹，那些东西香香不会喜欢吃。那我也想去吃。好，跟你娘一起去。爷爷和爹爹不吃吗？我们忙得紧。丁壮虽然也想跟陶举人搞好关系，但想到夏员外肯定会不要脸皮的贴去陶家蹭饭，而自己在村里跟村民一起吃流水宴，心里不愿意。夏文官和讲理都说要跟先生请假，家里亏着你了，为了几口吃食，连学都不想上了，真是招打。我虽然没吃过流水宴，也知道不会好吃。想想私塾的饭，就有20几个人还难吃得紧，村里足有600多人，这么多人的饭煮出来能好吃吗？李婶要去帮忙做饭，我让她端碗最好吃的菜回来给你们吃。嘿嘿，不管什么宴我都想吃，还是妹妹最懂我的心。次日下晌，张氏回来，他乐滋滋的跟丁香说了张家之行。他半路遇到来北泉村的张大宝，张大宝说昨天回到家，柳氏就把于氏跟丁香甩脸子的事儿跟张老丈说了。柳氏气得要命，他知道大嫂好强，婆家娘家事事都要争第一，可他凭什么去丁家争第一啊？张老丈和张大宝听了也气坏了，大骂于氏不知好歹。于是不觉得自己有错，他就是认为丁香远近不分，不计情，瞧不起山里人。他一个人占2间房，也不说把表姐叫去他屋里住。丁香来张家，张家可是把最好的给了他。呸！你本就是山里的土疙瘩，还想让人把你看成花啊？你他娘的事事求之娘，女婿之娘帮了我们多少忙啊！你还敢对他闺女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想想是丁家的宝贝蛋，得罪了他，就是得罪了女婿全家，知娘都会被连累。张大宝气得直接动了手。昨天一大早，张老丈就让张大宝赶紧来丁家赔罪。听说这事儿，丁老亲家不知道，张大宝松了一口气，兄妹2人一起去了柳洼村。你大舅和于氏跟我赔了罪，说下次再也不敢了。香香咱不生气。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丁香可不会一直生这个嫌弃，又挤进张氏怀里撒了半天娇。陶老爷去陶家院子了，夏员外和夏理胜、夏老祖、蒋豆腐去迎接了。老掌柜又去铁作坊了，陶翁亲自点名请他去陶家喝酒，你让人快去把他叫回来，我们等他。陶翁？陶翁是谁啊？陶翁就是陶老爷他不喜别人喊他老爷、老太爷、举人什么的，说他治世了，就是一个乡下老头，叫他陶翁即可。丁壮如此被另眼相待，张氏和丁香都非常高兴。张氏赶紧让杨虎去保帖叫丁壮。又有人问蒋豆腐，知道陶翁之前是什么官吗？哎呦，陶翁不主动说，咱们哪敢问呢？丁香先吃完饭，让还没吃完的张氏和另一桌的灵儿继续吃，又让灵儿去跟李麦高家的说一声，下晌回家带一碗扣肉回来给2个哥哥吃。他一个人回家，
半路上，一个穿青色长衫的少年迎上来笑道：“香香，吃好了吗？”是夏文官。自从上次对了他很久没往丁香面前凑了。丁香脚步未停，说了句：“吃完了。”夏文官久久凝视着那个渐行渐远的小身影。祖父和父亲看出丁家二房彻底起来了，放低姿态想跟他们改善关系，可丁壮和丁昭都态度冷淡，只得让他想法子把丁香的心拢住。丁家人宠闺女，丁香一满15岁就上门求亲，只要丁香对他死心塌地，丁壮也没辙。他们这么做不只是看上丁香，还是怕丁家人报复他家之前阻止丁昭科考的事儿。断人前程犹如杀人父母，丁家越兴旺，他们越害怕。可丁香对自己的态度难呐。小身影拐过一堵院墙后消失，夏文官的目光才收回来，心里沮丧，又想着丁香心气儿高，丁立人学业好，自己只有更加努力考上秀才，才有可能获得他的芳心。想到自己考取秀才时的风光，夏文官又乐起来，脚步匆匆往家赶去。不远处吃饭的李麦高看到了这一幕。张氏回家后，李麦高把夏文官看丁香的眼神告诉了他。那小子也才12岁，一看就不是好人，眼睛贼溜溜的。臭不要脸，那家人怎么敢想？以后看到夏文官多远些，那小子从小就不学好。那人特别讨嫌，我才不想搭理他。不仅不要搭理夏文官，凡是想往你身边凑的小子都不要搭理。看看唐氏，就是被丁氏骗着嫁给他，到现在还不知是死是活呢。丁香明白了，老娘是怕他上当受骗，打预防针来了。他有了丝感动，我知道，不会的。亲事要听你爷和爹娘的，我们不会害你。哎呀，娘，我还小着呢。丁壮喂食末回家，喝得脸红扑扑的，鼻子更红，满脸笑意。听到动静，丁香小跑出房门，一脸希冀看着他。小金豆子什么都想知道。那么多陪客，陶翁让我挨着他坐，跟我说的话最多，都没怎么搭理夏员外。陶翁是进士，还当过大官，一点架子都没有啊。东厢门窗开着，我瞥了一眼，里面的书摆了好几屋子，这才是真正的读书人。瞧瞧夏员外，天天显摆自己是同生老爷，看人拿大鼻孔看，什么东西啊？我虽然没有去过他们家，也听说他们家书柜的书2层都还没放满呢。丁香暗乐，这样听来，陶翁这个人蛮不错的嘛。他家还是一座大型图书馆，古代书柜那么多书，得花几千两银子吧？一定要想办法搞好关系，多去看看书，最好能拜师。丁有寿那个瘪犊子玩意儿，这次捡了个大便宜。他住的那几间旧房，当初是陶翁母子租住过来的，屋子的主人死绝了，没人管。丁有寿花了不到1贯钱修缮之后住了进去，陶翁让人花了15贯钱买了下来，要在那里建一个亭子，栽种花草，以此纪念他的母亲。1贯钱成了15贯钱，丁有寿乐疯了。次日，丁有寿拿12贯钱买了村里一户人家的旧院子，虽然几间房篱笆墙，也比之前那几间破房强多了。丁有寿乐坏了，好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2天后，一个消息又在北泉村里传开，丁有寿以每月100文的价格租了一间屋给洪家父子。丁有寿的运气太好了，白得钱换了房子，还能租房子挣钱。一般人家都有妇人，有空屋也不愿租给外乡男人。丁有寿一个人，听说他们想租房，二话不说就租了。洪家父子1个多月前来到这一带，住在半山腰的一座废庙里，说是在家乡得罪了人，不得已跑出来。他们有路引，有户籍，不像作奸犯科的人，也不是流浪汉。夏里正才容了他们住在北泉村。父亲30多岁，因个子高，人称洪大个。他当起了樵夫，头天砍柴兼捡些山货，次日挑去镇上卖。他个高力气大，砍的柴都是树干或粗树枝，经烧。后来他找到丁昭，想卖柴给宝庆铁工制造行。洪大个的儿子15、16岁，人称洪小哥，似乎腿脚不太好，干不了重活，就买些竹片和纸，在家里糊灯笼卖。洪大汉几乎不说话，洪小哥却嘴甜讨喜，见人3分笑，没来几天就跟许多村人热络起来。丁香看到过几次洪小哥，小伙子长得不错，麦色肌肤，五官清秀，身材瘦高，只可惜走路有些跛。洪小哥真的很爱笑，也跟丁香笑过。
这天上午，丁真来找丁香去自家看爷爷在县城给她买的2本诗书和一笔笔墨喜砚。小姑娘激动的小脸红扑扑的，极是兴奋。在北泉村的小娘子中，论模样、气质和学识，除了丁香就属自己了。夏荷不服气也不行。丁香带着灵儿和黑娃一起去了三房，还去找了夏三分。她不在家，却遇到了夏荷。夏荷凑过来拉着丁香的手说笑。丁香和丁真都不喜欢夏荷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德行，应付几句就走了，没有带她一起玩。你发现了吗？夏荷看丽人哥哥的眼光不一样呢，就特别爱跟丽人哥哥笑，离老远就丽人哥的笑，听得都肉麻死了。去，他比丽人哥哥才小几天，叫名字不行吗？丁香的眼睛鼓圆了，11岁的二哥也被惦记了。再听丁真学夏荷娇滴滴的声音，呵呵，丁香咯咯笑起来。古代的小姑娘真早熟，夏荷早熟，丁真也早熟。哼，夏荷还跟三分姐说我是小眼睛蒜头鼻，美什么美？我就是蒜头鼻，那也比她好看。夏荷姐比真姐姐差远了。半路上又遇到了洪小哥，看到他们，洪小哥咧嘴一笑，眼睛弯弯的，那口白牙特别吸睛。丁真悄悄跟丁香耳语道：洪小哥肯定每天刷牙，家里没有女人还能这么讲究，少找。嘿嘿，他们在家乡或许条件很好吧？斯斯文文的，兴许还读过书呢。洪小哥见2个漂亮小姑娘冲他笑得欢，他的笑容也更大了几分。我会做小兔子灯和荷花灯、桃花灯，小妹妹若是喜欢，我可以来我家买。他本想说我送你们，又觉得太突兀，改成了买。好啊！2个小姑娘答应的痛快。来到三房门口，就能远远看到村头那个破院子围上了一圈篱笆墙，2个老妇站在一旁。那就是陶翁和陶老太太。他看到过他们，丁香还没见过。陶翁夫妇就像村子里的明星，一举一动备受瞩目。丁香和丁真不约而同向那边走去。3个漂亮小姑娘在村里就像一道风景线，后面还跟了一条大黑狗。陶翁和陶老太太的目光一下被吸引了过去。丁香和丁真走到桃树下停下，离老夫妇有1丈左右的距离。树上结了许多桃子，小桃子青中带红，却不能吃，又酸又涩。丁香鼓着圆溜溜的眼睛看着陶翁夫妇，丁真垂着眼皮还晃了晃丁香的手，悄声提醒：陶妹妹，你不能那样看人家，不礼貌。丁香哦了一声，眼睛垂下后又抬起看他们。自己现在是小娃，又是胆子大的小娃，对待好奇的事物就该这种表情啊。丁香看着陶翁旁边的篱笆墙，脑海里飘过一句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个形象有些像前世历史上的陶渊明。陶翁笑起来，向他们招招手：你就是丁壮的孙女丁香。陶翁老太太，我是丁香。陶翁老太太，我是香妹妹的姐姐丁真。真是2个漂亮妮子呀。陶翁看了丁真一眼，点点头，目光又移去丁香身上。都说你喜欢读书，读过什么书啊？丁香一直想引起陶翁的注意，也没谦虚，说了一长串，把丁立人读过的书都说了一遍。这么多呀！香妹妹读书好，丹青也好。二爷爷说，当朝若是女子能够科考，香妹妹一定能中女状元。嘿嘿，我爷爷说着玩的，我没有那么厉害。这位可是进士，怎么好班门弄斧？陶翁从《大学》《论语》《诗经》中各取了一小段，让丁香背诵并解析。丁香顺畅的背诵出来，又中庸的解析出来。乡下居然能有这样的小姑娘，这孩子跟四海和木儿一样，天赋异禀。若是男娃就好了。陶翁老太太，药煎好了，老太太该回去吃药了。小丫头岁数不大，却与老夫相谈甚欢，我们也算是忘年之交了。以后常来我家陪老夫和老太婆说说话。终于得到了邀请，丁香乐得像路边开的正艳的小花，她一脸荣幸。陶翁的意思是，我成了你的小友。陶翁点点头，丁香又笑了。嘿嘿，改日一定上门拜望陶翁和老太太。这丫头也是个乖巧的，无事同香丫头一起来给老婆子解解闷儿。丁真的小脑袋点得像鸡啄米，望着他们的背影，
丁香十分欣喜，这就算跟你们把关系拉上了。我听人私下议论，看陶翁的穿着打扮，他的官不会很大。今天看到他们真的呢，陶翁穿的是布衣，老太太只戴了一串木头珠子，连银镯都不是。好的木头念珠比玉镯金镯都值钱，别说银镯了。嘿嘿，是我爷买的。他说香妹妹在家要用最好的，我在家也要用最好的，还说好吃的上学紧着弟弟，好穿好用的就要紧着我。丁山越来越像丁壮了，有钱了就想花在孙女身上，小妮子有福气。丁真把丁山给他拿的东西拿出来，一一摆在桌上。丁香翻开书，教丁真读诗，讲解诗里的意思，又在一张纸上写下几个大字，一笔一划教他写。两个软糯的童声飘出小窗，让谢氏笑眯了眼。谢氏留丁香在家吃晌饭。今天我去镇上买了凉皮儿，红糖绿豆汤已经镇井里了，还做了碎肉韭菜煎鸡蛋。凉皮要多加一些胡瓜丝和醋。丁香一听就想吃，让灵儿回去跟张氏说一声。明儿去说了就赶紧回来，我也做了你那份。灵儿笑着道了谢。晌饭后，丁真提出去洪小哥那里买灯笼。我喜欢荷花灯。丁香没想过要买灯笼，但见丁真兴趣满满，也就答应一起去买。丁真打开柜子拿私房钱，小匣子里装了2块小银饺子，大概100多文大钱。他拿了50文大钱出来。丁香打趣道：真姐姐颇有家底儿嘛。丁真又笑眯了眼，两人手牵手去买灯笼。那家只住了3个男人，2位姐儿就在门口买，不要进去。我们知道。丁有寿来开的门，看到丁香、丁真居然来自家串门，极为意外，笑着说：哟，2个小侄女啊，稀客稀客啊！来，进来吧，叔叔给你们兑糖水喝。我们不是找你，我们来找洪大哥买灯了。哈，进来买。几个小姑娘摇头，丁有寿样样回屋，嘴里喊着：洪小哥，有人买灯笼。小妹子要买什么灯？我买荷花灯，香妹妹买兔子灯。你们等着，我这就去拿。看着他微薄的背影，丁真暗道一声：唉，可惜了。洪小哥拿出2个灯笼，荷花灯是用红纸糊的，花心处是黄色；兔子灯是用白纸糊的，眼睛是红色。每个灯笼20文。灯笼做的惟妙惟肖，哪怕没点灯也非常漂亮，就连丁香这个老茄子都爱上了，别说丁真小萝莉了。2个小姑娘笑得开心，各自掏了20文接过灯笼。小姑娘欢快的笑声洒落一路，看到他们消失在丁家院墙后，洪小哥才笑着把院门关上。身后传来丁有寿阴阴的声音：那2个小丫头是我侄女儿，家里有钱的紧，不是你能惦记的。洪小哥红了脸，气道：那2个还是孩子，丁三叔口下留德。真丫头已经9岁了，好些人家去提亲。洪小哥没理他，进了自己屋。丁香回家后就把小兔子灯挂去西厢厅屋，2个小哥哥的共同书房。傍晚，哥哥们快回家了，丁香又带着黑娃在西院门口等人。不久就看到夏文官和丁立人、丁立来先后出现在村口，前后10几步距离。丁香欢快地迎上前去，跟夏文官错开之时，余光看到夏文官面上不愉，看都没看他一眼。丁香也没搭理他。丁立人看看前面的身影，夏文官跟妹妹说话了吗？没有。想他也不敢。哼，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也配。我和二哥今天找借口揍了那个鳖孙。以后不要打架，人打坏了，哥哥也得不了好。妹妹这么小，他就敢惦记，不打他打谁啊？这是爷不知道大哥不在家，否则会打得他哭爹喊娘的。丁香暗自好笑，家里的男人都厉害，谁敢打我主意，真得掂量掂量。找谁啊？鲁大伯，我是丁香，来拜望陶翁和老太太。哦，是香姐啊，快请进。小丫头会下围棋吗？不会。不是谦虚，前世今生他都没接触过围棋。哎呀，无趣。小丫头看着机灵，却是连围棋都不会下。改天老夫教你。又看向灵儿手里的食盒。小丫头是给老夫送好吃的来了。真是嘴馋的老头子，
也不怕小丫头笑话。陶翁哈哈笑了几声。是呢，我娘做了翡翠豆腐和绿馒头，乡下粗鄙的东西，拿下来给陶翁和老太太尝尝。哎呀，绿油油的，真的像翡翠呢。还有这种豆腐呀？秀色可餐，是桑叶汁做的。老两口坐下，各尝了一口，一尝就停不下。老太太喜欢吃甜的，陶翁喜欢吃咸的。老太太吃了几口后，丫头劝道：老太太，不能吃多了，积食。这东西性凉，脾胃弱的不宜多吃。老婆子嘴馋，让小丫头看笑话了。这东西滑滑嫩嫩，清香解腻，着实爽口开胃。你那么大岁数了，吃东西也要适可而止啊。陶翁已经吃了半盘，听了这话，快速夹了2块放进嘴里，才放下筷子。丁香心里好笑，陶翁一定是个妻管严。陶翁和老太太喜欢吃，我把做法告诉厨娘。难得来一趟，就在这里吃晌饭。又对灵儿道：回去和他娘说，我和老头子留香丫头在我家吃饭。盛情难却，丁香冲灵儿点点头。灵儿快步走了出去，鲁伯又拿了个大碗过来摆在门口，这是黑娃的赏饭。桌上4菜1汤，红烧肉、糖醋鱼、烩双菇、炝青菜、冬瓜金钩汤，简单又营养。小娃在长身体，多吃些。陶翁看看门口的黑狗，问道：听说你家有一只厉害的豹鹰，怎么没带来呀？豹鹰叫菲菲，它出去玩了，已经有半个多月没着家了。我见你看了东乡好几眼，是想进去看书？老爷子火眼如炬，丁香实诚的点点头。爷爷说你家的书有几大屋子。这是笔，用鹅毛做的，蘸着墨汁可以写字，写出的字小气，远没有毛笔字气势磅礴，灵动飘逸。这是我一个学生送我的，他专喜欢鼓捣这些洋玩意儿。你哪里知道硬笔的好啊？若是用这种硬笔写出的小字，你这屋里的书柜要减一大半，节约地方又环保。陶翁，我想看《三国志》。小娃娃居然要读《三国志》，小姑娘读读诗词，或者读些讲花讲草的书，那种书你不会感兴趣的。我爹爹经常给我和哥哥讲三国故事，我喜欢看。就在这里读，不懂的老夫讲给你听。老爷子好为人师，丁香当然愿意了。他坐在廊下读《三国志》，陶翁又开始自己跟自己下棋，黑娃闭着眼睛打瞌睡。灵儿在自家吃了饭，就赶紧跑过来，在一旁服侍。丁香故意读得很慢，还会找出几个复杂的字或者比较深奥的地方请教陶翁。一个7岁娃娃居然能读懂《三国志》，那些问题绝对不是一个普通孩子能想到并提出来的。又遇到一个天才。他遗憾地顿足捶胸。哎呀，这孩子比别人说的还优秀，若是男娃就好了，立刻让你磕头拜师。我会把毕生所学所知统统的传授给你，说不定又能教出一个状元郎啊。陶翁揉着隐隐作痛的胸口。先生是犯病了吗？用不用人去请大夫？南泉村有个赵大夫，医术不错。陶翁把手放下来，摇摇头。丁香眼睛看累了，才发现已经看完大半本，抬头望天，斜阳西坠。此时他坐在山边阴凉的五廊下，满庭院花团锦簇，抬头望天空碧蓝，斜阳绚丽，还有叽叽喳喳试图靠近他的鸟儿。再想到家里的那2个大院子，丁香笑起来，鼻子有些涩。无心安处是无香啊。今生又开始读三国，一点不感到孤寂无助。这里有爱他的人及他爱的人，他的目标明确，要挣钱，要改善亲人生活，积累各种资本，进京收拾害他的人。该回家了。丁香把书还给陶翁。我这个书房为你敞开，想什么时候来看书都可以。丁香道了谢，看到老太太正坐在厅屋发呆。丁香很不好意思，说来陪老太太解闷儿，却捧着书看了半天。她进去拉着老太太的袖子，撒着娇。一看书就忘了时间，老太太该叫我进来陪你说说话的。我听你和老头子说话也是解闷儿。以后啊，
叫我陶奶奶，听着亲近。又在想儿孙呢，儿孙自有儿孙福，咱们岁数大了，想着咱们多活几年是正理。孙子孙女有他们的老子娘心疼，不需要我操心。我是在想木儿，没有了父亲，秦叔叔为了爵位恨不得整死他，在那个大宅子里多可怜。还有慧娘，好好的一个宗妇成了寡妇，被那个破落户拿捏得死死的。孙老滑头是棵墙头草，如今那家人正得势，怎么可能善待他们娘儿两个？看看你，我把你带来这么远，就是想让你远离那些纷扰是非，把身体将养好。放心，慧娘比你想的坚强。木儿13岁了，聪明睿智，那两人想害他们不容易。听木儿的意思，他不想读国子监了，想去京中历练。老太太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气得眼泪都涌了上来，抚着胸口说：木儿13岁就中了秀才，勋贵里的头一份，孙老头就由着他自断前程。还有你说木儿是巡四海第2，天赋异禀，将来定能中状元，你也由着他不读书了。哦，感情你把我骗来这么远，就是不想让我管外孙，不许我去骂孙滑头。你这个老东西！看看我还没说完呢，你又着急了。木儿只要待在京城，孙连战和苏轼就会找各种借口折腾他。他到底是孙家人，我们外家不好事事插手。木儿长大了，今春又中了秀才，去军营里历练几年，几年后考武举人、武进士，照样前程似锦。武进士是莽夫，能跟文进士一样吗？木儿出身勋贵，武进士对他或许更有益处。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只要有出息，不要过于纠结文武。当今圣上对武将比先帝重视，特别是对待水军，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听说林首府提议，我一个老婆子不关心国家大事儿，管他林首府说什么，我只心疼我可怜的外孙子，小小年纪进军营，苦啊！外孙子这一步走得对，孙老滑头放他出来，说明孙老滑头还顾念他大儿子的情分，对这个孙子抱有希望。老滑头不是一味纵着小儿子吗？他是老滑头，就当人狡猾了，既不得罪苏家，又能保全子孙，放他出来就是最好的选择。远离京城，看似放弃争爵的打算，实际上是以退为进，让木儿成长起来，从底层做起，接受他爹之前的人脉，甚至孙老滑头手中的人脉，将来才好翻身呢。孙老滑头管着水军，木儿会进水军吧？孙大人的信里说，木儿明年14岁去胶州军营。胶州离这里近，木儿也能时常来看看老婆子，我老婆子的日子就好打发了。他什么时候过来啊？木儿明天出进军营，应该会提前来这里陪我们一段时日。这日子总算有盼头了。木儿不在身边，就让丁小丫头都来陪你说话，你的日子照样好打发。不许她像今天这么用功，读2刻钟的书就必须陪你说2刻钟的话。哪有你这么不讲理的老头子？陶翁捋捋胡子，一本正经地说道：老还小，我现在性子像小娃，干嘛要讲理啊？真是个老小孩儿。荷花酥的叶子是粉红色，中间糖心处是黄色，又酥又香，极是好吃。比县城卖的点心还好吃啊！李先生是秀才，而陶翁是进士，差别不是一般的大。听李先生说，他还去陶宅请教过陶翁。没问题，等我跟陶翁混熟了，若哥哥有不懂的地方，我领你去请教他。哎，妹妹，原本几何这里面有我许多不懂的地方。听说丁香被陶翁另眼相看，丁昭也高兴。张氏说道：公爹今天又不回来，我让李麦高把翡翠豆腐给他送去了，还专门说是香香孝敬的。只要丁壮听说是孙女儿孝敬的，一定会都吃了。此后丁香3天会去陶家2次，不好意思上午去，有蹭饭之嫌，都是下晌老太太午歇过后去。
先陪老太太说笑小半个时辰，再看书念出声。软糯糯的童音响起，老太太也听得高兴。丁香提出问题，老太太还会抢着回答，丁香就会拍拍马屁，陶奶奶是才女呢。陶翁就凑趣儿，是大才女，逗得老太太乐不可支。这天，丁香又带着灵儿和黑娃去了陶家。老太太胃口不好，丁香让李麦高家的做了一锅玉米冬瓜绿豆排骨汤。古人习惯把玉米当成主粮吃，要等到玉米长老后晒干，再磨成粉或渣子。玉米芯子不是喂猪就是扔掉。他们不知道嫩玉米连着芯子炖汤有多么美味和开胃。另外还做了一碟山药糕，是用焖炉烤的，是用玫瑰酱和花生碎做馅儿，还用模子造了形，有些像前世的小月饼。陶翁果然喜欢这个汤，清香去火又有营养。老太太则是喜欢吃山药糕，香甜软糯又好看。丁香喜欢吃鲁大娘做的桂花黄金酥，又酥又香。她心里暗存，古人的智慧不容小觑啊。就拿美食来说吧，许多美食好吃又好看，名字还特别好听。将来我要是靠点心博出位，只能做西点了。饭后，老太太歇息，丁香又去书房书案上拿她没看完的书继续看。如今她已经看到《三国志》的第7册，她自认为跟陶翁已经混熟了，拿到书后又把那支鹅毛笔拿起来玩，才注意到赤金筒上刻了2个字“四海”。丁香心里猛地一跳，这个四海会不会是荀四海？荀四海就喜欢跟洋人打交道。陶翁曾说这是他一个学生送的，难不成荀四海是陶翁的学生？四海是单指海还是人名？荀四海，我的一个学生，此子聪明异常，只可惜做事没有长性。这件事会了，就去做另一件事，另一件事没有新奇感了，再换一件。许多学科都精通，却都做不到极致。比如策略不错，却成不了孙膑；农耕不错，却比不了贾思勰；天文不错，却成不了张衡；算学不错，却成不了祖冲之。他做的最好的就是会西语和番语，编译了不少国外书籍，有国外使节过来，也能很好的与他们沟通交流。这是批评荀千代吗？丁香怎么觉得是在夸他呢？哼，真是个牛人，怪不得说他是全才。但看陶翁的表情，真的是气愤那个学生不争气。说话间，陶翁往砚里倒了点水，用墨条慢慢磨起来。磨好后，拿起鹅毛笔蘸蘸，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字体遒劲有力，神韵超逸。丁香写了那么多年的硬笔字，也自认没有他写得好。陶翁摇摇头，把笔撂桌上，小气。无论洋人的东西还是番人的东西，都比不上我泱泱大理朝。这么多图中，我觉得那幅图画的最好，大气磅礴，高情太逸，意境深远。他还没夸完，头就被陶翁敲了一下。小鬼头惯会拍马屁，定是知道那是老夫画的才这么说。嘿呀，陶翁就是东山老翁，画的真好。我没有拍马屁，我是真的这么认为。心里却暗道，快收我当学生吧，快点啊，收我当学生啊。真当了你的学生，不仅大才有了出处，画画也是得了高人指点嘛。陶翁被丁香的表情弄得哭笑不得，他没有说收徒的话，让丁香在宣纸上写了2个毛笔字，摇摇头说，写得不错，但手笔缺乏力道。陶翁亲自握住丁香的手写了一遍，再写。丁香又写了一遍，果真好了一些。得大师手把手指导，效果就是不一样。2人在书房里写了2刻多钟的字，陶翁非常满意丁香的表现，见丁香时不时看一眼鹅毛笔，知道他喜欢。陶翁把鹅毛笔连着笔架递给丁香，你喜欢就拿去，以后表现好了，我还会赏你。丁香受宠若惊，原妙不可言，生理父亲的东西就这样毫无征兆到了他手里。谢谢陶翁，我会好好努力，争取再得赏，最好赏我个弟子的名头，那样，嘿，我岂不是成了荀四海的师妹了？丁香憧憬着那一天。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老太太更喜欢丁香了。有了好吃的，总要留一份，等到丁香去了给她吃。
还喜欢把他搂在怀里，叫着肉啊干啊，比爷爷爹爹娘亲还叫得肉麻。老太太之前一定是这样叫他孙子孙女的。丁香回去当笑话说，丁壮嫉妒的鼻子更红了，愤愤的道：我都没这样叫过香香。切，爷不服气就这样叫呗。丁丽来的小眼睛里盛着挑衅的光，特别欠揍。丁壮咂巴咂巴嘴，还是不好意思叫出口，反手给了丁丽来一巴掌。老子叫不叫干你屁事啊！丁丽来难得挨揍，让丁丽人着实兴奋了一阵。看到爷爷又红了不少的鼻子，丁香气闷。只要爷爷在宝铁加班，晚上铁定要请工匠喝酒，3个酒鬼凑一块，一喝就是几斤酒。他反复嘱咐爷爷不能再多喝酒了，鼻子都快红透心儿了。丁壮答应的痛快，可照喝不误。家里还收到了丁立春的一封家书和一个包裹，钱雷派人给父母送信，丁立春借光送过来的。丁立春说他在军营里很好，得上峰赏识，白天勤奋练武，晚上坚持学习策略。包裹里有1斤干海参，1斤干虾仁，还有给母亲和妹妹买的几颗珍珠。唯一让丁香挂念的是，菲菲越玩心越野，这次出去1个多月还没回来。他不敢做梦，梦菲菲在哪里？梦了金婶一次，那次下雨梦了一次，虽然什么都没梦到，不知道算不算指标，但若是算的话，今年只剩1次，他怕再遇到什么事儿。在西边红霞就要完全退去之时，丁香又看见了一只大鸟从红霞中向这边飞来。大鸟像黑色剪影，大翅膀有力地扇动着。丁香下意识觉得是菲菲，又觉得不像，因为它的脑袋大了好几号。大鸟飞到他们上空，再俯冲而下，真的是菲菲。它嘴里衔着一个东东，吐到地上，居然是一朵大灵芝。它走来丁香面前，扇动着翅膀邀功。丁香尖叫一声，从小凳子上跳起来。这么久没看到它，都快想死了。丁香已经顾不得看它嘴里有没有莫名其妙的肉，抱着它的头又笑又叫。树上的鸟儿惊得全部飞起来，叽叽喳喳飞远了。丁昭弯腰拿起灵芝，朗声笑着：小东西越来越狡猾了，知道自己离家太久，叼来灵芝贿赂香香，好让香香不骂他。丁香拿着那朵灵芝看了看，虽然朵大年头久，却不像鸡头蜂出品，应该是在别处叼的。鸡头蜂出品绝对是精品。这朵灵芝是赤芝，一看就年份久，少说呀也有几百年。虽然比不上之前那朵灵芝，比药铺里的绝大多数灵芝还是好多了，卖了可惜，炮制后给父亲补身子。晚上，丁香把小窗关得只剩一条缝，在屋里走了好几圈，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屋里漂浮着淡淡的香气，这是他给菲菲的福利，又不至于做梦。菲菲高兴地掀开纱帐跳上床。初时休沐，今天丁香没睡懒觉，早早起来同张氏一起做椰蓉凉糕。凉糕很好做，原料是糯米粉、黄豆粉、蜜枣、蔗糖等，现成点心铺子就有卖，但加了椰蓉的凉糕，这是头一份儿。不放小茴香的烤羊肉没有灵魂，不放椰蓉的凉糕也没有灵魂，这2样都是妹妹想出来的，妹妹真聪明。丁丽来瞥了她一眼，妹妹的聪明可不是从烤羊肉和椰蓉凉糕上体现出来的。哼，先生天天夸你最聪明，哪里最聪明了？碎嘴馋倒是真的。说完抬脚就走，生怕丁丽人反驳自己，自己又说不过。丁丽人气得倒仰，想说回来，人已经跑了。丁香好笑，2个小少年如今经常斗嘴，大多数丁丽人赢，也有今天这种情况。丁丽来说完就跑，丁丽人拿他没辙。第2炉烤出来，张氏装了一盘，让李麦糕送给洪家父子。洪大个在山上砍柴时，顺带也能打点小野物或捡些山货，给他们家送过几次地耳野果，2次野鸡。丁家不好意思白要人家东西，偶尔也会还些吃食过去。4时，丁香让灵儿拎着装了3盘凉糕的食盒，带着2个哥哥和菲菲、黑娃一起去陶家。菲菲很久没在村里出现，许多村人驻足跟她打招呼。对于认识的人，菲菲会扇扇翅膀，咕咕叫几声，算是回答。又遇到了洪小哥，他新奇道：这就是菲菲吧？我听人说过多次，今天还是第一次看见。丁香对洪小哥的印象很好，站下笑着说：她是菲菲，昨天才回家。哎呀，香香啊，哎呦，今天来了这么多小客人，请进，陶翁才从外面回来。
来到上房侧屋，丁香介绍了小哥哥，又把椰蓉凉糕奉上。陶翁吃了2块凉糕后，带着2个小少年去了东厢书房。丁香和丁真陪老太太说话，让菲菲表演绝活，叼东西、扇翅膀、上炕下炕、翘尾巴，逗得老太太眼泪都笑了出来。2个丫头也笑得前仰后合。香姐儿，那个椰蓉是在哪儿买的呀？是我娘做的，鲁大娘喜欢，明天我让灵儿多拿些过来。哎呀，那感情好啊！陶翁和老太太喜欢的椰子味儿，以后我做点心也加些。几人申时出才回家，2位小少年非常高兴。陶文的话让我茅塞顿开，他还鼓励我好好用功，有不懂的问题直接去问他，说我若一直这状态，考秀才问题不大，考上秀才后要换先生才行。我有11个难点，阿蒙讲了7个，有3个他要再想想，一个说死了不懂。哎，他说我有算术天分，像他一个学生，若是有机会的话，他一定要把我介绍给他那个学生。丁香也认为丁历来只有荀四海能指导。路过3房，丁真回家，谢氏跑出来追上小兄妹，笑道：你们三爷爷从县城回来，在陈氏卤味买了些卤肉回来，晚上你们同你们爹来我家喝酒。小兄妹齐声答应。晚饭前，丁昭只带丁香去3房，还拿了碗自家做的茄盒。见丁历人丁历来不高兴，他皱眉说道：人家只买了一点卤味，哪能一大家子都去啊？他们刚走出大门，迎面碰上了洪小哥，手里捧着一小盆软枣。我爹今天运气好，摘了许多熟透了的软枣，拿来给你们尝尝。山坡上有一棵，基本上是没有熟透就被人摘了，而这么多熟透的软枣，一定是长在人迹罕至处。谢谢洪大哥了，也跟他说说不要去危险处，陡峭，说不定还有大野物。他拿了几个软枣去3房。7月16上午，张氏同杨虎家的一起去县城送绣品了。丁香在书房里用鹅毛笔画画。丁香知道老娘还有一项任务，就是为他买生辰礼物。爷爷和爹爹2个哥哥都私下给了他买礼物的钱。还有3天就是7月20，他要满7岁了。这是爹爹和老娘给他定的生辰，而他实际的生辰是7月19，也就是后天。菲菲的大尖嘴反复啄着丁香的后背和悬在空中的双脚。丁香不时挥挥小手让他不要捣乱。菲菲咕咕叫着，抱怨鸟家不常回家，鸟家回家了又不陪鸟家玩，哼。突然丁香眼前浮现出丁立春的面孔。丁香放下笔，他想大哥了，很想很想，关键是心里还有一丝不安，让他抓狂。吃完晌饭，丁香想趁张氏不在，做梦梦见丁立春，怕黑娃鼻子好使，把他赶去外面玩。门窗关好，屋里闷热，他来回在屋里跑着。菲菲更聪明了，小主人一跑步，他就兴奋，抢先一步跳上床。丁香跑了几圈，出了不少汗，他躺去床上，不一会儿就像睡着了一般。稍许，他的眼前豁然开朗，无垠的蓝天，刺目的阳光，没有一丝浮云，几只海鸥在天空展翅飞翔着。镜头慢慢滑下，蔚蓝色的大海无边无际，水面微微抖动着，一片金光。一条大船行驶在大海上，看船的大小应该属于中型船。几个穿着戎装的军人在甲板上行走着，这几个人说说笑笑，关系很好的样子。大哥能跟这些人相处融洽，丁香睡着了都高兴。在快靠近强弩时，那个不认识的年轻人脚下滑了一下，撞向前面的朱战。朱战被撞向强弩，眼看胸部就冲向弩上的那支箭。丁香吓得想尖叫，却叫不出来。刹那间，旁边的丁立人一把拉住朱战，惯力把他冲了过去，右肩正好撞在箭上。丁香哈的一声尖叫起来，这次尖叫出声把自己都叫醒了。他一下坐了起来，吓得魂飞魄散，汗出的更多了。他知道刚才不是做梦，大哥真的受伤了。那么大的冲力，哪怕没伤到致命的地方，也很严重吧？丁香心疼的眼泪都流了出来，那得多痛啊！哎，姐儿怎么了？没什么，就是有点不舒服。今天丁香不想去陶家，让灵儿拿了一盘椰蓉凉糕送去。老太太就是觉得鲁大娘做的椰蓉凉糕没有丁家做的好吃。灵儿走后，丁香坐去房檐下，捧着下巴望着天发呆。菲菲挤在她左边，跑回家的黑娃挤在她右边。没有鸟鸣声，
更显得蝉鸣聒噪。1刻多钟后，灵儿跑回来，手里拿着2个大肚长颈的细瓷瓶。这是陶老太太送景的，她说景一定是中暑气了。这瓶是柠檬露，这瓶是杨梅露，冲水喝解暑。每次丁香去陶家，老太太都会拿这种果子露招待她。申时初，张氏拎着一个包裹走进东门，她看到香香红着眼圈，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急走2步。香香，怎么了？我梦见大哥了，他一直说好痛，我吓得醒了过来。可是大哥的声音还萦绕在我耳边，说着好痛。娘，大哥是不是生病了？我们去胶州看看大哥吧，不然我会一直担心，睡不好也吃不好。跟你爷和爹说说，我们去胶州看你大哥。妹妹像是中暑气了，快去后院歇着，那里凉快。再喝碗凉凉的绿豆沙降暑。我要等爹爹。一辆骡车慢慢驶来，走在会业亭旁，看出是丁昭赶车，丁壮坐在后面。今天爷爷也回来了，3兄妹迎了上去。香香不舒服了，你那个娘，闺女不好了也不知道把你拘在屋里，由着你在太阳底下暴晒。我没有不好，就是做了噩梦。不着急，回去再说。回到东院，丁香又把她对张氏的话说了。我想去胶东看大哥，多带些好药，再把咱家的人参带上。爹，你的事儿还没做完，你留下看家，我和芝娘去胶州。好，若立春情况不好，赶紧让人给我送信。胶东不缺药，带1节人参过去就行了，或许可以续命。再把那朵灵芝带上，送给孙大人。我也要去看大哥。不行，外面有拍花子。坐家里的骡车，我不乱跑，一直拉着爹爹的手，拍花子抢不走我。那也不行，路远车里热，还要在客栈住上3个晚上。虽然现在天下太平，也不敢保证不会遇到劫匪。我要去，我就要去嘛。空气里的香味越来越浓。好，去，你去了，爷就陪着你一起去。爷，我也想去看大哥。爷带上我。滚！再在这里碍眼，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丁立人和丁立来红了眼圈，又乞求地看向丁香，希望妹妹能帮他们说说好话。丁香假装没看出他们的意思，把头埋在张氏的颈窝处。他已经顾不上他们了，自己能去就不错了。再多提要求，怕爷爷反悔改变主意。2个小少年无法，只得悻悻离开。老掌柜，洪大个挑了2条柴火来家，说今天砍得多，给咱家送些。丁壮拿了几文钱给他。他们不容易，把钱给了。李麦高回到西院，把钱递给洪大个。洪大个道了谢，悄声说着：我刚才听你家姐儿哭闹的厉害，香香平时看着温和懂事，这是怎么了？香姐儿再懂事也是孩子，她是跟老掌柜撒娇嘞，她一闹，不管啥事儿，老掌柜都答应。哎呀，可巧了，我外孙的一个堂叔呀，也在那边，是水军的参将，叫孙林峰。我们捎带一些东西过去。我与陆总兵有几面之缘，再给他准备一份礼物，我也给他写封信。孙参将居然是陶家的亲戚啊！这个亲戚关系让丁香脑袋转了个弯。老太太外孙的堂叔就是老太太女婿的堂弟，孙参将的伯父是水军都督，不知他外孙是孙都督的亲孙子还是侄孙子。至于陆总兵，丁家从来没想过跟那么大的官套关系。陶翁去写信，老太太一叠声让丫头准备礼物。陶孙2家不仅是亲戚，将来外孙还要麻烦陆总兵和孙林峰照应。老太太准备礼物非常用心。没多久，丫头就从库房里抱出一堆东西。老太太挑挑拣拣，这2只高丽参，一只送陆总兵，一只呢送孙将军。这6对盘扣和1瓶云花香露送孙夫人。这4条西周油烟木送宇浩、宇霄。这4把团扇和1瓶云花香露，2瓶果子露送陆家女眷。我跟陆家不熟，约莫听说呀，陆夫人有1个儿媳妇，2个闺女。盘扣和团扇是9路织绣阁出品，连精美的外包装都没拆。孙宇浩是孙参将的大儿子，
孙宇萧是二儿子。陶翁把信写好，几人又说了一阵话，丁壮来接人。丁香几人还没到村口，就看到洪大个挑着一捆柴火迎面走来。洪大个停下身，鞠躬招呼道：老掌柜，姐儿，你去陶家送柴？是，我今天多砍了一些柴火，粗的都送去制造行了，细些的来问陶家问要不要。回到家，丁香顺着菲菲的羽毛说：我要出趟远门，不能带你去。你出去玩吧，记得早些回家，我惦记你。说完就抱着菲菲往上一抬。菲菲知道小主人这个姿势是让自己出去玩，她咕咕两声冲上天空，在丁家上空盘旋一圈，向山中飞去。其实丁香非常想带菲菲一起去胶州，既能进一步训练她，也能更加保证自家安全。但丁香怕菲菲太好，胶州人生地不熟，自家护不住。他看了一眼西厢的灯光，传出来的读书声无精打采。两个哥哥没去成胶州，一定很难过。他也没辙呀，只得回来时多给他们带礼物喽。灵儿服侍丁香去小净房沐浴完，再把她的头发擦干。丁昭走了进来，嘱咐灵儿在外面一定要把小主人看好。灵儿郑重答应，她非常雀跃，自己要跟主子去胶州看大海，长世面了。前提是大少爷不要有事，否则别说见世面，这个家的天都要塌一半。灵儿离开，丁昭把一荷包的药丸交给丁香。这些药丸你保管好，每天带2个在身上，记住不能大动，出汗多了一个人躲开，实在躲不开要把药丸捏碎。在外面不许离开你爷、我还有你娘，在客栈你跟着我们睡。好，丁香非常乖巧的答应，她也怕路上出意外。来了来了，谁呀？门打开，是一位牵着马的军爷，丁昭认识，居然是前二当家的女婿邹庆。邹小将军，有什么急事啊？昨天魏时初，立春兄弟受了重伤，孙将军让我过来接你们去胶州。半天一夜换马不换人，这时才赶到。立春没事吧？我大哥怎么样？哎呀，你们莫要着急，立春的右肩被剑刺伤，大夫说没有生命危险，就是失血过多，要在床上静养一段时间。暂时不能送他回来。孙将军和朱将军让我过来接你们过去啊。哎呀，真是太巧了，我们也想立春了，正准备去胶州看他呢。邹小将军辛苦了，快进屋歇歇，吃饭喝水，歇息到下晌我们再走。哎呀，吃完早饭就走。孙将军让我去找郭守备，说借几个士兵保护你们去胶州。居然还有这种好事儿，丁家人感动又狐疑，这些官爷太亲民了，自家一个小老百姓还需要军爷保护。邹庆说了丁立春的受伤过程。哎呀，若不是立春兄弟，朱湛的小命就没了。这朱湛和秦震内疚的不行，秦震还被打了军棍。邹庆后怕地说，原来那人姓秦，怪不得觉得他面熟。丁香有些了然，他可能是秦海的儿子。张氏几人一阵忙碌，端上4个糖水荷包蛋，几个肉包子，还炒了2个菜。丁昭又让人拿一小壶酒来给邹庆解乏。见丁家人要带丁香一起去，邹庆暗喜。朱将军让他务必想办法说服丁家把小姑娘带上，一路上他都在想怎么说，这下也不用说了。邹庆吃完饭，几人一起去县城。走过丁家院墙时，邹庆看了眼丁家的后院，大树下站着洪小哥，两人机不可察的点了一下头。邹庆另外找人保护丁家人的安全，他们就不需要跟去了，保护好另外2个孩子。邹庆对赶车的丁昭笑道：你家多了一个小院跟原来可不一样了。我来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新院子是你们家的。丁昭哈哈笑了几声，很是得意。闺女满7岁了，一生顺遂。还在跟娘亲撒娇呢，快穿好衣裳，你爷着急看你呢。丁香去了爷爷的房间。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我孙女都7岁了，越发的俊俏了。也越来越像安安了，他高兴也失落。孙女长大了，以后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抱她了。香香长大了，不能再这样跟爷爷撒娇了。老来子70岁了，还才艺于切，我才7岁，小着呢。
出去可不能这样啊！好，丁香答应的痛快。吃完早饭，继续出发。夏晌申时末，终于来到胶州城门。邹将军啊，可等到你们了。立春住在我家将军府上养伤，直接去朱府。啊，他是朱将军的亲兵，何勇。立春伤势如何？立春兄弟好些了，今天还能起床走几步。丁家几人彻底放下心。爷爷，我们可以在这里买出宅子，咱们来看大哥也有地方住。孙女儿聪明，我怎么会没想到呢？立春已经14岁，买出宅子给他娶媳妇用，咱们也能住。老爷子想得更远。小半个时辰到了朱府，朱湛等在门口。丁叔，立春是为小侄受伤，小侄汗颜。朱小将军客气了。朱大哥。朱湛带路，骡车去了一处院子。爷、爹、娘、妹妹。声音不高，带着欣喜。儿子，没事吧？娘，不是。大哥，痛吗？一定很痛。不痛。你这个伤啊，还没我年轻时打架受的伤重呢，害老子吓得几天都睡不着觉。妹妹今天满7岁，大哥的礼物都准备好了，先还想着托人带回去。妹妹今天来了。谢谢大哥，我喜欢。丁立春才注意到妹妹缺了一颗上门牙。哎，那颗牙丢在床底下了吗？丢在床底下了。香香，出来给朱将军磕头。香香见过朱将军。朱钱垂下眼帘看丁香，极力掩饰和压制住内心的激动。像，真的太像了，比芳儿、大姑母、三姑母还像呢。起来吧。丁香起身，朱钱把她拉到身边。小姑娘身上的药味更加浓郁，其中夹杂着一丝熟悉的幽香。朱钱的心又狂跳几下，他嘴角扯出笑意，硬朗的气息柔和了些许。他看了几眼丁香，目光又转向丁壮。我听张儿说，这孩子长得有些像小女，今日一见，果真像。没有看到丁壮和丁昭眼里有其他内容，朱钱有些失望。丁香也没多想，天底下相像的人多了，大着胆子笑问：“我能见见他吗？”小女9年前就去了，若活着，今年也该满12岁了。丁香面上一滞，今天犯了一个傻。丁壮和丁昭都尴尬地抿了抿嘴，这也不能怪香香冒失，要怪就怪立春，这么重要的消息居然没跟家里人说。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我放下了，可我夫人始终放不下。拿去玩。谢谢朱将军。进去玩吧。丁香走进西厢，一关上房门，小嘴就嘟起来了。自己怎么会问那句傻话呢？他坐在床上，打开锦盒，里面是一个赤金小玩具。这是什么玩具啊？丁香拿出来转了一下金柱，底座传来音乐声，哈哈，居然是一个古老的八音盒啊！陡然响起的声音吓了丁立春和张氏一跳，眼睛直勾勾看着这个奇怪的东西。哎呦，这里面怎么有人弹琴呢？这是八音盒啊，我在陶翁家的书里看到过，是洋人的一种玩具，转动发条，里面就能响起音乐声。音乐声呢，就是丝竹声。这东东一定是朱钱从洋人那里抢来的。乖乖，扭扭这根小棍就能自己吹拉弹唱，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值老钱了。几千两银子少不了。虽然立春救了朱小将军，但这个礼着实厚了些。咱们小户人家不好受大官这么重的礼。都说朱夫人身体不好，咱把那朵灵芝送给朱夫人。之前准备送朱夫人的礼物送孙夫人。灵芝也轻了，把那截人参送给朱夫人。不妥，那只人参太好了些，不好说出处，先放放吧，看情况再定。丁壮一想也是这个理儿。孙家朱家的官比郭守备大得多，去见他们的女眷让张氏倍感压力，鼻尖都冒出了汗。让香香多说话，你听着即可。见着这些大官家的夫人，话少强过话多。丁香躺在床上还舍不得放下八音盒，不只是好奇，还有对前世的一种追思。他前世也收到过一个旋转木马八音盒，是一个男生在圣诞节时送他的礼物。那个男生从大4开始追求他，追了10年。
可在寻香生病给他打电话时，他居然说在外地出差。玩了许久，丁香才把八音盒放下，熄灭灯，屋里陷入黑暗。朱钱的面孔又浮现在丁香眼前。朱钱的出身不简单，一定有故事，得跟爷爷、爹爹、大哥说清楚，跟朱家一定要敬而远之。自己的身世将来就够丁家喝一壶的了，若再加上个身份来历更复杂的，丁家就更麻烦了。丁香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吓得一下坐起来。姐儿，怎么了？要喝水？没什么。丁香又躺下继续思索着，她怎么感觉自家一步步被朱家牵了过来呢？可不可能是他们故意演了一出苦肉计，把自家吸引来这里？自家或者说自己有什么朱家惦记的东西？丁香吓得出了一身汗，赶紧把枕头旁的荷包拿在手里，隔着荷包把里面的药丸捏碎。浓郁的药味掩盖住幽香。那块玉不仅是爷爷对奶奶的念想，还应该承载了什么。那块碧玉有秘密，安安奶奶身上就有秘密。孙参将在看到自己后，朱家开始跟自家接触，自己长得像朱钱的女儿，把这么多条线穿在一起，就是安安奶奶可能跟朱家有关。她和自己朱家早逝的女儿长得像，自己的长相和身上的香气把朱家人吸引过来。今天朱钱说自己长得像他闺女，一定是故意的。他们一步步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可自己明明是外人，不是安安奶奶的亲孙女儿啊。若说自己和安安奶奶相像是巧合，现在又多了一个叫芳儿的早逝的小姑娘，那么还有一种可能，自己和安安奶奶、芳儿真的是亲戚。好巧不巧，三人同时遗传到了某一位老祖宗的基因。自己是东阳公主和荀千代的女儿，也就是自己的生母或生父跟安安奶奶和朱家是亲戚。安安奶奶死了，荀千代的生母也就是自己的亲祖母早死，朱家逃出海外。那么最有可能的是这三家是亲戚关系，不知何故死的死，逃的逃。这么说来，自己被荀千代继母调换，或许跟自己亲祖母的娘家有关。无巧不成书，把自己捡回家的居然是亲表叔，自己还跟亲表叔的母亲长得像，让姨祖父把她看成亲孙女，而那位朱钱就是自己的亲表伯，书都不敢这么写。丁香的心跳得厉害，荀老妖婆换自己是想要自己的命，不想让他祖母的后人活下来。可荀千代是亲祖母的亲儿子，还有小哥哥伯哥，为什么他们会无事呢？即使他跟朱家是血亲，但爹爹和几个哥哥跟朱家也是血亲，特别是大哥一直在这里，为什么朱家似乎对自己比对他们要上心的多？得找时间跟爷爷和爹爹谈一谈。朱家被逼去海外当海匪，一定身负血海深仇和秘密，自家该如何应对？目前看来，朱家对自家应该没有恶意。朱钱回屋，把门插上。他打开书柜，书柜右侧有一个抽屉，书柜里出现一个暗格。他从里面取出一幅图，走至案前的玻璃台灯下，缓缓打开。这是一幅4尺单开图，纸张已经发黄，上面画着一位15、16岁的丽人，丽人清艳秀雅，芳华绝代，美得如天上的仙女。朱钱笑起来，眼里似有水雾，无声地说了3个字：像，真像。看了许久，他才把图卷起来放进暗格。出了书房，朱钱亲自把门锁起来。朱钱抬头仰望，苍穹深邃，月上中天，没有一颗星子，也没有一片浮云。长夜漫漫，总会天亮的。大步向内院走去，二门没锁，一个婆子正守在这里。朱钱进门后，婆子才把门锁上。进了正院，看见上房灯火如昼，朱钱皱了皱眉。这么晚了，夫人还未歇息。他走进正房，朱夫人迎了上来，欲言又止。服侍的人退下，两人坐上炕，朱夫人才说道：老爷见到他了。老爷见到他了。见到了，长得很像芳儿，很漂亮，很机灵，这么高，柳眉杏眼，开始换牙了，缺了颗门牙，穿着黄衫绿裙，声音也很好听。若芳儿长到7岁，一定也是这样的。今天是他7岁生辰，我专门准备了生辰礼物，
怎的不带他来见见我？两家还没有相认，我怕夫人见他忍不住，把小姑娘吓着。我已经送了她生辰礼。那个八音盒是他最后一单时抢来的，原本是准备送芳儿，可当他拿回去的时候，芳儿已经死了。怎的还不相认？好事不在忙，再观察几天。已经确认他们是三姑母的家人，又说他们仗义豁达，光明磊落，家人团结，不贪财，不会被利益蒙蔽双目。特别是姑丈，对姑母一往情深，姑母仙逝这么多年，依然未娶。打听到这么多消息，为何还要观察？跟他们直接说实情，我们就把底牌亮出来了。若姑母跟姑丈有所交代，好办，马上相认；若没有交代，他们不相信，或者怕危险不愿意参与进来，怎么办？秘密他们知道了，总不能杀了他们吧？再观察观察，这件事必须谨慎，确保他们完全妥当，再说吧。他已经说香香长得像自己闺女，可丁家父子无动于衷，不知是姑母没告诉他们实情，还是他们没听出弦外之音。若是三姑母没有交代，他们听不懂自己进一步的暗示，就暂时不认，但必须保证小姑娘安全活着，想办法把那块玉佩拿到手，等到彻底把苏家解决掉再相认。他不是心软之人，谁敢挡他的道，会毫不犹豫除掉。可三姑母的亲人，还有那个跟老祖宗和小闺女长得如此相像，预言中最重要的小人啊，他怎么可能下手？现在都40出了，姐儿好像还没睡醒。我心疼大哥，夜里一直睡不着。他顾不得吃饭，跑去前西屋，早饭热好，端去大哥那里。眼睛是红的，昨晚没睡好。我心疼大哥，心疼的睡不着。大哥无事，等大哥病好些啊，带妹妹去战船上玩。爷爷和爹爹去送礼了。是呢，把我们求见朱夫人的帖子也送过去了。丁香刚吃完早饭，一个丫头就在白纱的带领下走了进来。这是夫人身边的燕子姐姐。燕子姑娘。燕子姐姐，我家夫人昨日夜里犯了病，今儿个一早就请了大夫过来看。大夫让夫人卧床静养，夫人说等她病好了以后，再请了丁太太和香姐过去叙话。又把托盘上的锦盒呈上。夫人听说昨日是姐儿的7岁生辰，专门准备了生辰礼物。谢谢朱夫人。张氏又送了燕子一个装了6颗银克子的荷包。朱夫人得的是什么病啊？天气一冷或者情绪不稳就容易犯病。哎呀，9年前我家姐儿得病夭折，夫人受不了打击，天天哭，身体是越来越不济了。几人闲谈几句，燕子告辞离开。丁香打开锦盒，紫色绒布上躺着2颗粉色大珍珠，珠子滚圆，闪着银光，比龙眼小不了多少。丁香2辈子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珍珠，咱要了人家这么多好东西，这怎么还情啊？丁香也觉得这宝贝烫手。娘莫担心，朱把总的命无价，儿子以后会继续卖命，誓死保卫朱将军。哦，朱将军已经跟孙将军说好了，等我伤好以后，在朱将军手下做事。呵呵，人家把他带坑里了，他还什么都不知道。吃晌饭的时候，一个小厮来报：报，汤总管请老掌柜和丁掌柜去酒楼喝酒了。饭后，丁立春午歇，张氏坐在一旁陪他。丁香不想睡，来到院子里，看看周围，陌生的院墙、房顶、树木，说不定哪里就藏着一个观察他们的人。一直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转的白纱，肯定也是耳报神。不让爷爷多喝酒，爷爷偏不听。这下可好，鼻子更红了，都不俊俏了。孙女儿不要怪爷，爷难受，想吐。酒喝多了可不是难受想吐吗？早跟你说了，少喝点，少喝点，爷爷偏不听。回家以后，人家又喊你丁红鼻子了。声音娇娇糯糯，小嘴撅着，哪怕不高兴，样子也讨喜的紧。香香莫气啊，爷被喊了一辈子红鼻子了，早就不在乎了。我要说说秦海怎么能让老掌柜喝这么多酒，惹得小丫头不高兴了。没想到丁小姑娘那么注重外貌，生怕老掌柜不俊俏。白纱走后，朱钱说道：三姑母是祖父祖母的老来女，
长辈和我爹娘都偏宠她，她也特别爱撒娇。金尊玉贵的娇娇女，后几年过得那么糟心，被2个乡下婆子欺负死了。明天丁家人要去陆府和孙府，后天就无事了。明天一早让汤子去把老伯接来胶州，我们后天晚上请他们吃顿便饭。父亲这是愿意进一步暗示了。好，我跟金伯说一声，让他把景祖父接进城。娘不怕，有我呢。有闺女在，娘不怕。朱府和孙府离得不远，马车2刻多钟便到了。丁太太，丁家姐来了。罗汉床上坐着一个穿戴华丽的中年美妇，一旁坐着一个漂亮小姑娘。丁太太，香姐儿，民妇丁张氏见过孙夫人。丁太太请坐。张氏坐下，丁香来到孙夫人跟前跪下，磕了一个头。丁香拜见孙夫人。快起来，过来。我早听钱嫂子说，这孩子可人疼呢。她把丁香拉在自己旁边坐下，一个丫头盛上一个锦盒，灵儿上前接过。孙夫人又指着旁边的小姑娘说道：“这是静丫头，你喊静姐姐即可。”静姐姐。孙明静灿然一笑：“丁姑娘，我听大哥说起过，还说你家绣房卖的东西极好看。”没有顺着孙夫人的话喊丁香丁妹妹或香妹妹，而是直呼其名，还专门把丁家开的铺子点出来，意思是他们是商户，而她是官家子女，要把身份拉开喽。这小姑娘才9岁，心眼子真多。丁香装作没看出来，还行，也懒得再跟她多费口舌。孙夫人已经不高兴孙明镜对张氏的无礼，虽然张氏是商户，却是长辈，自己的客人，作为晚辈的孙明镜应该起身招呼一声，后又对丁香如此。孙夫人眼里闪过一丝厉色，瞬息即逝，搂着丁香笑道：“叫夫人太客气，叫我伯娘。闺女就是好啊，娇娇软软的，比小子招人稀罕。”孙明镜见嫡母对这个商户之女如此抬举，眼里的笑容才真诚了2分。丁香暗哼：“哼，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嫡庶的地方就有是非。男人干嘛非要享其人之福啊？像自己爷爷和爹爹不好吗？”丁家虽然是商户，丁老掌柜的却有大本事，老爷对他极是礼遇和重视。今天他带女眷上门做客，你居然敢怠慢他们，置老爷和我的脸面于不顾。你回吧，抄10遍女戒。母亲，是女儿的不是，再也不敢了。孙夫人又对一个婆子说道：“上李姨娘抄20遍女戒，禁足1个月。那么大个人了，不知好歹轻重，整天神神叨叨的，魔怔了一样。”孙明镜的脚步一顿，眼泪涌了上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是把对我的气发在姨娘身上了。父亲对丁家礼遇和重视，为何不提前告知于我？不就是想抓我的错处，整治姨娘，还要在父亲面前给姨娘上眼药？千方万方，却栽在一个小商户手里。孙夫人看了陶翁的信及2家送的礼物，榆木3年就要来军里，也能常去陪陪陶老太太了。可惜了，那孩子13岁就中了秀才，是勋贵中的头1份。都以为咱们孙家要出个状元郎，却投笔从戎了。榆木考无举，孙家照样可以出状元郎。榆木去临水县的时候，你也跟着一起去，多请教请教陶翁。咱家就是一个泥腿子，立春又是大头兵，就买靠城边的3进宅子，他将来和媳妇儿住一进，我们来了住一进。小香，你觉得呢？再等等，如果要买就买好的，靠城边的宅子虽然便宜，周边环境不会好，住着不舒坦。天气不好，你回去歇着吧，立春有我们照应。白纱倒好，丁昭送白纱出门，再把小院门插上。丁香出去对丁昭小声说：“爹，我有重要的事儿跟你和爷爷说。”这事不能跟张氏说，怕他吓着，也暂时不跟丁立春说，让他好好养伤。丁昭已经看出闺女今天有心事。去你爷屋里。孙女儿不生气了，爷只在这里多喝点，回家都忍着。孙将军看到我之后，把朱小将军和秦将军引来，秦将军救了我，又刻意跟爷爷爹爹拉好关系。由于秦将军儿子的失误，大哥恰巧救了朱小将军，再把咱们引到这里。朱将军说我像他的闺女，
他和朱夫人送了我这么好的礼物，我怎么觉得他们是在一步步靠近我们，我们又被他们一步步吸引过来呢？对呀，朱将军说香香像他闺女，他找来了。又看了丁香一眼，都没有往下说。你们有事儿瞒着我？哦，爷爷说我长得像奶奶，朱将军说我长得像芳儿，也就是奶奶和芳儿长得像。难不成奶奶不是薛家人，而是朱家人？不要混说。是真的。丁壮激动的手都有些发抖。这么多年，他既盼着安安的家人来找他，又怕安安的家人来找他。从内心来讲，为了家人安全，他不希望有人找过来。但因为那人是安安的侄子，安安在世时天天都在盼，所以他又盼着他找来。丁壮深吸几口气，对丁香说道：好孙女儿，爷和你爹有事要商议，你回去歇着吧，乖。我不走，这件事是我先分析出来的，你们不能撇开我。爷，我聪明的紧呢，想的比你们多，可以跟你们出出主意，而且我也算是关键人物，必须知道内幕。爹，香香思维缜密，那件事就跟他说了吧。香香记住了，这件事大，万不能说出去。我谁也不说，我发誓。鸡头凤的事你们不让我说出去，我就没有说嘛。唉，那件事还是在安安要咽气之前告诉我的，话没说完他就死了。那年安安14岁，董一和6岁，我只知道这么多。我看得出来，安安还有许多话要跟我说。唉，安安是个坚强的女人，再艰难都会咬牙活着，但她不能给当官的人当妾，怕暴露身份。她也不想出家，那样便不会有后。投河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因为她看到河岸有几个青年男人，她跳了河，肯定会有男人救她，救了她，她名声没了，却能名正言顺地嫁给救她的人。正好我去救了她，她就嫁给了我。是我不好，没保护好她，她好不容易逃过那场劫难，却死在我娘和丁下士的手里。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以为董一和已经死了，不会再找过来了。算时间，董一和今年该满40岁，正好是跟朱谦的岁数吻合。之前我还在想，香香最像安安，将来把那块玉佩送给你。原来如此，安安奶奶的真名叫做董如月，好美丽的名字。躲过大江大浪，却在阴沟里翻船，可惜了。爹，我们认吗？跟他们相认，把信物交出去，是安安最大的遗愿，必须认。朱谦他们能看出香香像董家人，若敌人将将，香香和我们更远，只有把那些人彻底的消灭了，咱去。对，跟着他们干，干好了，咱家有大前程。在海外活下来，以海匪的名义被招安，在远离自己的势力，又一步步找到我们。有这个人，哪怕将来有危险，大不了我们跟着他们一起逃去海外。香香，听懂了吗？你是董家姑娘的后人，也就是董家的后人。无论基于你奶奶的遗愿，还是基于咱们家自身的安全，爷爷和爹爹都必须跟董家相认。丁香奇怪地看着丁昭，你最清楚我不是你的亲女儿，也就不是董家后人，你怎么对我长得像你母亲和朱钱的女儿一点不感到吃惊，还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呢？除非我这个狡猾的爹爹有什么事瞒着我，甚至还瞒着爷爷。难道我爹已经知道我是荀千代的女儿，而荀千代的生母是董如月的姐妹？丁香打了一个寒战，这么大的事儿，你居然瞒着没露一点马脚。老爹，你真是太狡猾了。丁香无语了，爷爷这个老鬼没看出来爹爹的弯弯肠子，自己这个活了2世的小鬼也没看出来。上次我去京城卖米纸方子时，专门打听了一下董家消息。30几年前，董家犯谋逆罪被灭门，包括婴儿和女人。除了我娘和董一和提前逃跑，只有3个嫁了人的董家姑娘没在那场浩劫中丧生。我娘大姐嫁董如意，嫁进荀家；二姐董如兰嫁进沈家，还有一个堂姐嫁进定州王家。不过，他们都在董家出事的1年内相继病死，这应该不是巧合。我也打听了一下，大姨母死前生下2个儿子，
大儿子荀千里在督察院当差，有2个儿子；二儿子荀千代当了驸马，生有1儿1女；二姨母只有1个儿子沈瑜，从小身体不好，没有子嗣。说到沈瑜的时候，他表情不太自然，对上丁香纯洁又充满探寻的眸子，垂目掩饰眼里的内容。丁香明白了，丁昭说荀千代及他有1儿1女的时候，表情正常，应该不是怀疑自己是荀千代的女儿，而沈瑜没有子嗣，或许他打听到了什么，把自己想成沈瑜的女儿也未可知。丁香又是惊诧又是感慨，怎么这么巧啊？这不都乱套了？孙女儿莫怕，若朱钱真的是董一和，我会跟他讲清楚，必须要保证你的安全。若有危险，让他一定先把你送走。爷爷永远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若他将来知道自己不是他的亲孙女，得多失望和难过呀。我才不一个人跑路呢，我要永远和爷爷在一起。我有大福，福泽能惠及你们安全无事的。真是个傻妮子，不管跟他们认不认，你将来都是要嫁人的，不可能永远跟爷爷在一起。我要带着爷爷一起嫁人，实在不行，我在我家旁边修个院子，爷爷住在那里，我天天去爷爷跟前采艺于间。丁壮被逗得乐起来，屋里的沉重气氛也有了缓和。只接你爷呀，爹爹呢？蠢东西，你还有媳妇，我只有香香。池子那个瘪犊玩意儿，别的不行，算命是真准的。他说你吉旺，旺家旺夫旺天下，说不定你真的能护着朱潜他们消灭苏家，也会护着我们全家人有惊无险。你让一只鸟儿带你进山都无事，表哥他们为这事儿准备了几10年，不会有事的。是啊，自己吉旺福大呀。丁香第一次感谢丁池，因为他给他算了这个命，让他少了许多煎熬和担忧，也多了些许的信心和希望。我奶活着的时候，他们怎么没找来？他们3年后才在海岛站稳脚跟，秦伯就来临水县打听我娘的事。我本来想去薛家祖坟前给薛老爷和薛老太太磕头，侄子不允，说我在别处多烧烧纸，等到把苏家拉下来再去磕头谢恩。回家我就去烧纸，烧多多的纸。我对不起老太太，骂了她那么多年。苏家为什么要灭董家呀？他家老祖宗再是忠孝大楚，但他家闺女已经当上了大黎朝的太后，大黎最尊贵的女人。太后死了，还有个贵妃，外孙又是太子。董家后人代乡灭的是大楚朝，他家外孙要当大黎朝皇帝，他们应该感谢董家才对啊，会不会搞错人了？陷害董家的肯定是苏家和武家，没错，特别是苏太后。听说给先帝出了许多坏主意，他们为何这么做，目前还不知道。那块玉对找到原因有帮助？母亲和表哥都觉得那块玉重要，应该有帮助吧。具体有什么帮助，表哥没说。听侄子说，贤德皇后死前专门把董世涛老祖宗招进宫里，把这块玉佩交给了他，应该是还有什么交代。老祖宗回去后，又悄悄让人做了一个玉质外母，玉佩和外母合在了一起，就是一对。我明天回家，你们在这里继续陪你大哥。香香，你多去陪陪朱夫人，他们听说我们正在实验上好的铁器，非常的感兴趣。咱们也要留条后路，在胶州买个宅子，这里离海边近，若有风吹草动，我们赶紧出逃。表哥已经以咱家的名义买了一个宅子，离这里不远，跟秦将军一条街，再修整修整，咱们就能搬进去。闺女，不要多想，安安心心享福，那些大事情由他们去做。这件事大，不要让你娘和丽人、丽来知道。丽春会代表咱们丁家跟着他们干，洪大哥和洪小哥是专门来保护咱家的。洪小哥还是秦将军的小儿子，真名叫秦雷，他腿跛是装的，据说武功了得。洪大哥更厉害，能一敌几10。现在时机不成熟，香香不能进京，不能去广东和广南一带，没有表哥的命令，只能在临水县和胶州府2个地方走动。原来洪大哥和洪小哥是来保护自家的，怪不得只要自己一出去，总能那么恰巧地碰到他们。丁壮掏出一叠银票说道，这是侄子孝敬我的，他说以后还要多多的孝敬我。数了数，一共12000两。他笑着嘀咕道，真是个大大的财主呀，给1万两银子就像咱们给10两一样。
我回家就把剩下的那截人参给侄子，给他媳妇补补身子，再送他们一根蜜之香。侄子满身的香气，肯定喜欢那个东西。丁壮数了6000两给丁昭，这是给你们衣房的，记着给李春1000两，再给香香1000两，喜欢什么就买什么，算是爷爷送给你的。有了这么多钱，多给2个小哥哥买些好东西。我家将军和大爷正等着你们呢。香香，来大伯这里。香香见过大伯父。好好吃饭，不能太瘦了，也不要思虑过甚，伤身体。听伯父说的话，好好吃饭，不该想的不想。孩子要按时吃饭，按时歇息，还要加强锻炼，不能一阵风就吹倒。丁昭笑着点头，丁壮得意地说：香香像我结实，从小到大都是我们村最胖的女娃。几人说了几句话，起身去东厢吃饭。香香还没见过我这个哥哥呢。哥哥，朱湛答应了一声，乐得嘴里也老大。男人们吃饭，怎么把香香叫去了？朱将军让香香多陪朱夫人解闷儿，说了一些注意事项。爷说啊，把咱家剩下的人参都送给朱夫人补身体啊，那东西再多钱也没处买，凉底了。哎呀，有了这几样好东西啊，香香的嫁妆又丰厚一些了。这是我家夫人。丁香拜见夫人。好孩子，快起来让我瞧瞧。好可人疼的孩子，真俊。他的眼里涌上泪意。夫人这么失态，服侍的下人都没多想。这个小姑娘的确有些像逝去多年的芳姐儿。胡嬷嬷笑道：夫人，请丁太太和简儿进屋叙话吧。丁太太不要笑话我，我实在是稀罕香香，有些失态了。我们要在胶州多住几天，让香香啊天天来陪你解闷儿。我们机缘巧合得到了一支1000年人参，这次只带来1节给我大哥治病，来后才听说夫人身体不太好，就夫人莫要嫌弃。芳儿长得极是漂亮，也极聪明，不到1岁就会喊爹爹、娘亲、哥哥，没有人不喜欢她的，还极孝顺。看到我流泪，会给我擦眼泪，说娘亲不哭。我家老爷回来的前一天，芳儿还是离开。老爷从棺木中把芳儿抱出来，哭得不能自已。我嫁给他那么多年，他再艰难都没有掉过1次眼泪，那次就哭得像个孩子。大伯怎么没有秦大伯那么黑呢？是不是天天擦膏子保护皮肤啊？朱夫人听了大乐。你大伯从小就爱好，听说黑金油防晒，就想办法捕捉黑金，还专门抓了一个会制膏子的工匠去岛上。战哥哥20了吧？怎么不早让他娶个媳妇儿回来，多生几个孙子孙女，伯娘就不会这么孤单寂寞了。亲事倒是定下来了，是陆大人的二闺女陆玉冰。玉冰岁数小，要等到明年及笄才能娶进门。我们朱家一直子嗣单薄，我也希望丈儿媳妇儿能多生几个孩子。他们是5年前定下亲事的，那年玉冰才9岁。陆总兵对我家老爷有知遇之恩，他提出来，我家老爷也愿意，丈儿只得多等几年。唉，还是你家清静啊，不像我家糟心事多。我家就是太清静了，也不好。清静好啊，哪像我家呀？我家爷英雄爱美人，前儿个又弄了个扬州瘦马回来。哼，我还没咋样呢，那2个小妇倒是不得了了，哭哭啼啼的，像是受了大委屈，还跑到我跟前替我委屈，臭不要脸的！他们是指望着我去跟孙林峰干仗呢。我直接跟他们说，我一点都不委屈，我贤惠大度着呢。也想弄多少个回来都成，钱不够了我出。那2个姨娘气跑了？那是，还没办法去我家爷跟前嚼舌根呢。哎呀，还是你家也好，一心一意的对你，没一点外心。啊。
不瞒你说，我一直想让我家爷再纳一个。我不是贤惠，而是我身体不好，经常无法服侍他。朱家子嗣又太少，我想让我家爷多有几个儿子，闺女也好。我知道秦伯也没少劝过他，可他都不愿意。哎，我说妹子，你可不要发傻啊！有了一个就会有2个、3个，他尝到甜头后，不知会弄多少个呢。再有了别人给他生的儿子，他跟你的心就生分了，你可万不要起这个心思呀。还有啊，要好生的将养身体，为了战儿，你也应该放下往事啊。爹死了，孩子可怜；娘死了，孩子更可怜。你看看我，为了2个儿子，我什么都看得开。男人不来我屋里，那就不来了呗。那几滴米汤他爱给谁就给谁，但是该我跟我儿子的钱财不许少给一分。哪个小妇想要生养，得我说了算。我要是不愿意，肚子再大都得弄没了。又混说，你这个性格，不要说我羡慕不来，许多女人都羡慕不来。对了，娘后孙世子的儿子要来胶州，会住在你家吧？他休沐时会住在我家，我把小院都给收拾出来了。那是个好孩子呀，可惜父亲死得早，为了爵位，亲叔叔亲婶子把他们母子往死了整呢。我家老爷能顺利招安，多亏了孙世子、陆总兵，你家老爷，我跟孙世子还有一面之缘。那么好的人，我家爷说了，等雨木来胶州，让丈儿多跟他交往。听了这些话，丁香更不敢乱动了。没看出来呀，孙夫人还是女中豪杰，古代女子这样豪放的少找。朱夫人是真的如水般温柔，性格迥异的2个女人关系铁好，连这种私密话都能说。老爷，丈儿，伯父，丈哥哥，娘，你真的长了些肉，更好看了。这话我还没说，妹妹抢先说了。老掌柜把剩下的人参都给我了，夫人继续吃，把身体养好。你们来这里吃晚饭。立春伤势好了些吧？让你爹娘和他都来，我正好有事要跟丁掌柜说。客房里，丁昭和张氏、丁立春正在说着话。听说朱钱请自己一家去正院吃饭，丁昭从怀里掏出怀表，打开看了一眼。等半个时辰就去。真是帅呆了。丁香觉得爹爹这个样子像极了前世影视剧里那些掏怀表看怀表的男明星，特别有气质。爹爹，你掏怀表的姿势特别好看。不是你爹姿势好看，是这块怀表好看。若爹爹掏出来的是一块铁疙瘩，你就不会有这种看法了。丁香点点头，不得不承认那句话说得对。同一个人拿着不同的东西，感官印象就会不同。怪不得前世女人都喜欢买漂亮的包包呢。周将军回来了，立春的伤也好了，咱们明天就搬去丁宅住吧，总住别人家不好。你还小，暂时呀跟爹娘一个院子，长大些了再单住。我不小了，有些人家的孩子3岁就单独住一个院子。娘放心，我有灵儿服侍。丁宅到这里走路2刻多钟，坐马车1刻多钟。每天香香还是来陪陪朱夫人，晚上回家歇息。明天我陪你们去逛街，我再跟朱大哥说说，带你们去战船上玩。大船有什么看头？你们去吧。到时间了，丁昭几人一起去了正院。老掌柜大才，能弄出这么好的精铁，铁弄好了，不仅安全性强，打击目标也更远，不说火器，就是冷兵器也厉害得多。丁昭正好提出搬家及回家的事儿，一说他们要走，朱夫人就流露出不舍。她知道不可能让人家孩子一直住在自己家，也不可能不让孩子回乡下，但她就是舍不得。是该早些回去，家里只剩2个孩子和老掌柜，我也不放心。再住几天，就月中回吧。丁宅离咱家近，他们搬去那里，你可以过去做客散心。不想走路，就让香香过来陪你。哪怕他回临水县了，我也会偶尔派人去把他接来胶州玩。看老爷说的，好像我霸着人家孩子不放手似的。
丁立春又说了想带妹妹去看战船的事儿。这好办，让张儿安排一下，专门弄一条萌冲带你们玩一天。大伯，能不能给我一瓶黑金防晒油？我怕晒黑。这名好听，以后就叫黑金防晒油。我让人给你拿一瓶。之前那种膏子没起名儿，都是叫大鱼油。下人退下，朱钱拿出2个丁壮送的大红苹果。股长说了，吃完苹果，让你们把果核带回去育苗。丁壮把12个红透的苹果都摘给了他们。朱钱让秦海拿回去4个，还专门嘱咐他们送去黑口湾3个，看着他们吃完，再把果核拿回来。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人参，至少几千年。缺一小碟儿给秦叔，剩下的夫人补身体。比高丽来的红苹果还脆甜多汁。以后每年多摘些送过来。朱夫人不能多吃，吃了4小牙后，剩下的就由朱钱和朱战吃了。2家人相聚一起非常随意，就连张氏都没有那么拘谨了。几人说笑一阵散去，朱钱把大半截人参交给朱夫人。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人参，至少几千年。缺一小碟儿给秦叔，剩下的夫人补身体。感谢姑丈，这么好的东西给了我们。祖宗保佑，让我们找到姑丈一家，有了香香，就能护着我们成就那件大事。还得了这支能让夫人身体转好的老参，姑丈弄出精铁，也对我前程大有帮助。等到大仇得报，东家平安，不管我留不留在大理，都要好好孝敬姑丈，安排好香香。朱夫人点点头，虽然她更喜欢大理，但将来丈夫去哪里，哪里就是最好的去处。朱钱又拿出一长一短2节黑棍。夫人，你猜这是什么？朱夫人闻到一股极淡的香气，眼里溢满惊讶。这就是蜜之香。夫人聪明，这正是蜜之香，也是姑丈送的。你想不到，人参、蜜之香、红苹果都是一只叫菲菲的豹鹰调去丁家，而豹鹰又是被香香的香气吸引过去的。香香有大福，成就那件大事，指日可待啊！我也注意到了香香的耳垂，一看就是有大福的。眼里又有了一丝哀伤。怪不得芳儿在的时候，家里会来好些鸟，她不在了，鸟儿也没有那么多了。现在想起来，芳儿的耳垂只有2层皮儿，当时还以为是瘦的。芳儿跟我们只有3年的缘分，这是上天注定的。她来人世走一遭，或许就是让我们最终寻到董家后人。他达到目的就走了，去天上享福了。他陪伴了我们3年，我们因为他真的找到了香香，让莫名的前路清晰起来。说不定香香就是芳儿派来的，他让香香护着我们报仇雪恨，再通过香香的手把最好的人参送给你补身体。你身体好了，天上的芳儿也就安心了。小敏，咱们放下吧，只想相聚时的好，不想分开后的伤。把对芳儿的好和爱用在香香身上，芳儿会通过香香感受到的。朱夫人眼里溢出泪水，呆呆地看着丈夫，许久才说道：香香，兴许真是芳儿派来的。那么小的孩子，知道我的所思所想，知道怎么讨我开心。芳儿去了天上，还想着我，真是好孩子。朱钱是真的觉得芳儿是来帮着寻找董家后人，而香香是芳儿派来的话，是为了开解夫人故意说的。听夫人这么讲，他也觉得或许是真的。不是兴许，是一定。你再仔细闻闻，这根的味道是不是很像芳儿和香香的气味？老掌柜本来舍不得把这根送人，见我实在是喜欢，还是切了半根给我。我家在胶州有个香料铺子，主要做龙涎香和沉香，也做其他香，蜜之香极少，这根卖给我家铺子。丁壮红着老脸不好意思收钱，朱钱硬是给了他1万两。
这根不是我用，加工出来卖钱。你给多了，多的算我的孝敬。这根加工出来卖的可不止1万两。真的很像呢，芳儿身上的香气能跟最稀有的蜜汁香相似，它就是花神转世，没错的。这半根红的只够雕1串手串，3个小挂件，手串给夫人，挂件我们和丈儿每人1个。明天让人拿去铺子里，除了雕饰品的香木，其他都制成香粉，夫人留着慢慢用。朱夫人点点头，这种味道时刻萦绕在身边，就像芳儿依然陪伴着自己一样。过些日子我会找差事出去一趟，有些事他必须亲自去办。老爷注意安全，早些回家。丁香拿私房钱给2个哥哥和玩得好的朋友买礼物。晴儿，这么贵，少买些。爷给了我私房钱。你这么花钱，几下就花完了。花完了再管爷爷要。哎，妹妹啊，不怕钱花完，花完哥哥给。丁香正低头挑着，2个小姑娘走了过来，一个小姑娘的声音飘过来：昨天我去陆府，她的眼睛是红的，一看就哭过。另一个小姑娘的声音：她怎么了？这个声音特别熟悉，尽管她们声音不大，丁香还是听得清楚，赶紧把头垂得更低。头一个小姑娘说：我问她，她不说。不说我也知道，她是不满意那门婚事呗。那家的出身再怎样也不会有好前程，她长得好看，出身好，心气儿高，好些小娘子在笑话她。你说她能愿意吗？果不出我所料，我先还纳闷，他爹怎么会看上那个人。身后一个岁数稍大的丫头提醒道：大姑娘。熟悉的声音透着不高兴：回家不许嚼舌根，说传出去我定饶不了你。2个小姑娘闭上嘴，带着丫头向楼梯走去。熟悉的声音又飘来：王三姐姐，那天我家来了一个小商户，派头拿的比官家小姐还足。谁呀？声音飘远，丁香抬起头，哪怕是背影，丁香也能看出来，其中一个是孙明镜，另一个小姑娘比她高小半个头。不用说，小商户肯定是指自己了。自己的派头拿得很足吗？想想自己跟孙明镜的嫡母坐罗汉床，而孙明镜只能坐侧座。他一定是觉得自己抢了官家小姐的地方了。哎，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孙明镜的地方就有是非。小姑娘才9岁，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丁香更讨厌那个小姑娘了。另一个姓王的小姑娘不知道是谁，真应了人以群分那句话，若没有丫头阻止，不知还会说什么。那几句话不多，却吐露了几个信息。女方姓陆，因男方身世不好，没有前程，不满意这门亲事。丁香鬼使神差，联想到了陆二姑娘和朱湛。这得花多少钱呢？娘用不上这些好东西，留到香香长大用。等我长大，这些东西早长没了。娘现在是丁大户的太太，将来还会是诰命夫人，怎么用不上啊？若翻了案，你还会是侯门千金的儿媳妇，老祖宗是贤德皇后，身份高着呢。当然，后面的话丁香没说出来。丁香和张氏在正院吃的饭，饭后2人去后花园散步消食。漫天星辰，灵儿拎着羊角灯，秋风习习，树影婆娑，池塘里漂浮着半黄的莲叶，几朵还开着的莲花缝隙间倒映着星光点点。再往前望去，飞檐翘角，层层叠叠。这是自己的家，更确切地说是别院。丁香心里有些小激动，张氏感觉不真实，低声问：香香，这是咱们的家？当然了，契书上写的是爹爹的名字呢。朱钱本来想写丁壮，丁壮建议写丁昭。张氏同丁香一起去了蔷薇院，看着闺女洗漱完上床，亲手把纱帐放下才离开。次日，丁香睡到自然醒，还未睁眼睛就能听到窗外啾啾的鸟鸣声。醒了。娘，爹爹和大哥呢？他们和白管家上街去了。灵儿端着铜盆进来，服侍丁香洗漱。傍晚，秦府管家来说，秦将军请丁掌柜和丁大爷去家里喝酒，请姐儿也去。家里没有女主子，就没有请张氏。丁昭和丁立春带着丁香去了，还拎了一坛今天在街上买的酒。
朱将军教训了我，说我让老掌柜多喝酒了，惹得丁小姑娘不高兴。我知道了，以后只让丁掌柜喝，不惯老掌柜了。小孩子不懂事，乱说话。香香可不是不懂事的孩子，我媳妇儿生了一堆儿子，就是没生个闺女，否则呀，香香到我家也有个玩伴，不愁不好玩了。我跟孙家姐姐玩得来，她还让我去王府总兵府跟王三姐姐玩，我没去，我不喜欢他们。哦，为什么呀？虽然孙姐姐对着我笑，但我知道她瞧不上我家是商户。那天我在水粉铺子碰到孙姐姐和王三姐姐，听他们说陆家姐姐不满意婚事，天天哭呢，说男方家出身不好，没有前程，好些人都在笑话她。我虽然小，也知道这样议论别人不好，还在铺子里议论更不好。香香是个好孩子，不要跟那些爱嚼舌头的小姑娘玩。那个孙小姑娘是庶女，生母见识短，把孩子都耽误了。至于王家姑娘，沾都不要沾边，那家人没一个好东西。秦震也听出了弦外之音。哼，陆二姑娘配朱战，吃亏的是朱战，她还不乐意。爷，若把这话传给朱叔，两家亲事肯定不成啊，这岂不如了那只王八的意？这话不许拿出去说啊，影响几家关系。不看僧面看佛面，那件事方方面面都要处理好，不能让陆大人失了面子。这是要退亲，又要退他体面。丁香放了心了。秦震把手里的酒盅撂在桌上，抹了一把嘴说：孩儿当海匪痛快，想做什么做什么，哪里像在这里啊，束手束脚的，一个小鬼都要小心翼翼去应付，忒他娘的不痛快了。他家当海匪的时候他还小，他虽然没出海抢过东西，但他知道爷爷爹爹似乎在那里活得更畅快。秦海打了秦震一巴掌：嘿，小兔崽子，说话越来越不把门了，再混说，看老子不捶你！好了好了，咱说些高兴的。丁昭劝了两句，几人又说起了菲菲。丁震没看到，特别遗憾，说好下次再去丁家打猎，把菲菲带上。下次来胶州，我把菲菲带来。好啊，我们带她去海上玩啊。天黑，一出秦府，丁昭就把丁香抱起来，他在耳边悄声问道：那话你是故意说给秦大伯听的？可我没撒谎。闺女做得对。于公于私，他也不希望朱战娶的媳妇儿有外心。大哥，那个强弩那么高，怎么扎到你的？丁立春已经听父亲说了自家跟朱家的关系，也猜到自己受伤是设计，为了让家人和妹妹来胶州。原来祖母背负着那样的血海深仇，原来妹妹身上的香是有渊源的。他下定决心要跟着表伯好好干，为祖母和董家报仇，更好的保护妹妹和家人。那天强弩正好坏了，拿下了修理。丁香信以为真的点点头。大船速度加快，丁香兴奋地尖叫一声，可他的个子太矮，船舷太高，他只能看到船上和天空。几只海鸥在天空飞翔着，还能隐隐听到它们的鸣叫。若菲菲在这里就好了。丁昭把她抱起来看，大船已经远离港湾，只极目处能看到海岸及远处的几条船。蔚蓝色的大海无边无际，海水涌起滚滚的浪花，与海天相连。刺眼的阳光洒向海面，泛着金光。秦震看丁香一脸的兴味盎然，笑道：怎么了？高兴了？没事儿，把小船弄出来，带香香下海玩一圈啊。不行。听说能坐小船跟大海近距离接触，丁香心向往之，他撒了半天娇也不好使。朱战心疼小表妹，也帮着求情：秦伯，有我们几个护着她，不会出事。秦海依旧摇头。丁昭是个好爹爹，抱着丁香围着船舷转圈看。几只海鸥飞过来，在丁香的上空盘旋。已时近晌午，仓房里传出饭菜香。此时连远处的大船都看不到了，浩瀚的海面上只有这一条船。丁香正看着远处发呆，一条黑色大尾突然扫了上来，一下把丁昭和丁香扫落下去。一旁的丁立春和朱战吓得魂飞魄散，都跳入海中。听到惊呼声，秦海等人都跑了过来，也跳了下去。丁昭被救了上来，而丁香却失踪了。
小小，小小！他以为自己马上要被活生生吞进鱼肚子，呛了好几口水。他睁开眼睛，眼前的不是深不见底的海水，能看见水下有石头。大鱼的嘴终于松开，把丁香放在礁石上。他死鱼一样趴了好一会儿，在后背被炙热的阳光烤痛时才爬了起来。鞋子和袜子已经冲没了，赤脚踩在礁石上生疼。还好衣裳上的盘扣和裤带系得结实，没有把他冲得赤身裸体。系头发的丝带也没了，头发随风飞舞。身上的水已经烤干，丁香又渴又热，皮肤又痛，香气也越来越浓。这里有几块礁石露出水面，最高的不到2米。若晚上涨潮或是来个大浪，他就会被立刻卷进水里去。他看到一块大石里凹进去一个洞，他的小身子坐进去，刚好把头顶的烈日挡住，半截腿还留在外面。哎呦，有些硌屁股。他伸手摸出一个大海螺扔在一边，盘着腿，阳光终于晒不到他了。随着波浪起伏，海水不时冲进洞中，又把他的腿和小屁屁打湿。他宁可坐在这里等死，也不愿意出去被晒成肉干。看看日头的位置，现在应该未时末。想到秦海手里的望远镜，丁香又钻出洞，把腰带取下系在礁石上，长长的红色带子随风起舞，希望他们能快点看到，快来救他。大鱼伸进脑袋，吐出一口水，嘴里发出声音，身子在水下，脑袋放在丁香的腿上，尖嘴冲着他的胳肢窝。他喜欢自己的香气。哎呀，哪有这么不讲理的鱼啊，喜欢就抢。丁香推了几下，推不开，也只得由着他。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丁香此时一点不觉得美，更怕有更吓人的什么生物过来吃它。他向太阳发誓，若有命回去，再也不看大海不坐船了。他想爷爷、爹爹、娘和哥哥了。绝望和难受溢满胸膛，丁香流出眼泪，轻声唤着：“爷爷、爹爹。”大鱼抬头看了一眼丁香，似乎知道他难过，一下沉入水中，片刻后又冒出头来，把嘴里的一条小鱼吐在丁香腿上。他是在给自己送礼吗？丁香把鱼甩进海里。切，我才不要你的臭鱼呢！别说一条鱼，就是珍珠珊瑚摆在眼前，他都不会要。能闻到它的香气，把它从大船上弄下来，弄到这里，这是百里挑一的聪明鱼。丁香按了按他的头，他高兴地甩了几下尾巴，激起浪花四溅。丁香又想起丁池给他算的命，兴许他能活着回去呢。几只海鸥也飞了过来，害怕大鱼不敢落下，在丁香前面的上空盘旋着。这时丁香又看到一个像乌龟的东西游了过来，他爬上礁石，来到丁香腿边，抬起头看着丁香，眼里流出泪来。是一只海龟，大概有脸盆那样大，得有几百岁了吧。丁香也看出来，它背上和肚子上的东西像贝壳。丁香想起前世看过的一个视频，说海里有一种寄生生物叫藤壶，专门寄生在岩石上、船底下，还会寄生在海龟、鲸鱼等硬壳的动物身上。被它们依附着的动物苦不堪言，一些聪明的动物就会找人类帮忙，运气好的可以重获新生，运气不好的就成了人类的盘中餐。大海龟是找自己帮忙来了，这个老家伙比那个大家伙可爱多了，也聪明，不止来找他帮忙，还会情感表达流眼泪。丁香小屁股往一侧挪了挪，空出一块地方，大海龟非常聪明地爬到他身边。这里没有工具，不可能给他清除干净。丁香用手掰着，有些衣服不紧的藤壶被掰了下来。哎呀，找个事儿做总比干坐着害怕强啊！死就死了吧，我又不是没死过。只不过爷爷、爹爹、娘和哥哥会难受死，特别是爹爹，不仅难过还会自责，会被爷爷往死里揍。若是我死了，就便宜贾寻香和那些坏人了。随着太阳西移，丁香越来越难受，头发晕，又热又渴又饿，似乎下一刻就要死在这里。礁石周围的傻鱼也渐渐多起来，虎鲸已经吃饱，没有搭理他们。他似乎也感觉到这个小人儿的生命体征在慢慢减弱，急得大尾巴在水里不停拍打，激起浪花四溅。在丁香的意识渐渐模糊的时候，突然隐隐传来人的叫喊声：“小香，小香！”对，是在叫他。再仔细听，其中2个人的声音像爹爹和哥哥。爹爹，爹爹，我在这里，爹爹！他拼尽全力喊破了喉咙，声音被海涛声淹没，传不远的。
丁香怕大船上的人注意不到这里，又使出全身力气爬上礁石的最高处，不敢站着，坐着举起红腰带挥舞着。海鸥吓得扑棱着翅膀飞高了一些，远远望去，那里有一群海鸥在低空盘旋，下面有一条长长的红丝巾在飘动。等着，我们来了！等着，我们来了！男人们齐声呐喊，声音压过了狂潮的巨响。丁香欣喜的眼泪溢满眼眶，终于有救了。大船越来越近，传来丁昭欣喜的声音：闺女，我们来了！闺女，莫怕！我怕，我怎么可能不怕？他滑下来，怕大鱼再把他拖进水里，紧紧抓住礁石。你走吧，找我的人来了。大鱼没有走，也没有把丁香拱进水里，大鱼头紧紧挨着他的脚面。大船越来越近，停靠在100米外。船上的人拿起弓箭射鱼，怕射到丁香，都是往水里射，是吓唬大鱼的。不怕，我们来了！大鱼往后看了看，又抬头看了丁香一眼，沉入水下。丁香终于松了一口气，大鱼没有把他拖进海里。秦海游得极快，第一个游到丁香身边，他蹲下，把丁香紧紧抱在怀里，激动的眼里涌上泪水。上天保护，终于找到孩子了。若他出了意外，自己只有以死谢罪。秦海看着即使他来了也舍不得离开的小鱼，想起芳姐小时候来船上玩，也会吸引一些鱼和鸟过来，只不过没有这么多，也没有这么疯狂。朱爷说这孩子与众不同，有福相，果真如此。被大鱼卷下带来这么远，居然还活着。香香，是爹不好，没保护好你。爹，怕，真是劫后余生啊！丁立春也抱着妹妹哭起来。丁掌柜，有话回大船再说。秦大伯，把海龟带上船，把他身上的东西去掉，把那个海螺也带上。好，听香香的。姐儿，若你回不来，我也不回去了。姐儿，若你回不来，我也不回去了。丁香把自己腕上的手链取下来，一整根太结实，她拆下一根红色丝绦，系在海龟的左前肢上，系得比较松。海龟长得慢，几根细线天天被水泡，用不了多久就朽了，也不至于勒着它的肉。朱战抱着老龟走出船舱，丁昭又把闺女抱起来，站在舱门口不敢往外走。来到船舷边，朱战抱着老龟转过身，老龟似乎知道恩人要把它放进海里，非常不舍，眼巴巴的伸长脖子看着丁香。回家吧，祝你好运，活久些。千岁，千岁。朱战手一松，海龟掉进水里。海龟舍不得走，把头伸出水面，看着船上的人。嗨，你们瞧，老龟还伸着头看呢，他定是想再看香香。丁香很想去船舷边看看，丁昭紧紧抱着他，不许去。突然，一条大鱼跃起来，又掉进水中，掀起的大浪涌上甲板。有军士拿起弓箭，丁香马上喊道：“是那条大鱼，不要射它！”大鱼刚才没有再把它拖入水中，是想放它一条生路。丁昭一听是那条大鱼，吓得赶紧把丁香抱进舱里，让他从小窗里看。这下大鱼再有本事也卷不走他。大鱼就尾随着大船前行，在丁香那一侧的水面上跳跃着，有时候还会把上半身伸进船舷。众人都笑起来，丁香和灵儿清脆的咯咯笑声尤为明显。朱战几个后生还会去摸摸大鱼的头。大船快到港湾了，大鱼才没有继续跟着，他跳跃一下，似最后看丁香一眼，向后游去。那秦叔说这是仙子螺，极少见，别说我了，就是秦大哥和朱大哥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到。仙子螺比鲍鱼海参还贵得多，肉蘸酱生吃特别美味，嚼起来比海蜇还脆，海螺壳做成摆件也能卖100两银子。拿回去养着。快死了，不知养不养得活。而且海螺要生活在海里，老家没有海水啊。若它能活，就放在胶州的家里养。我娘会养螺，放在胶州养，姐儿来了就能看到。好。男人唠叨起来比女人还烦。丁香撅着嘴不理他，一个耳朵听，一个耳朵出。回到家里，丁昭跟张氏说了这件事，张氏更是吓得魂飞魄散。他直接把丁香抱去卧房，
要检查他身上有没有被鱼咬伤，有没有被日头烫伤。看到他的脚和脚踝，张氏心疼的流了泪，两口子一起对着丁香念。丁香被念得快要崩溃了，主动要求去朱家陪朱夫人。脚底有泡不好走路，由白子华家的背着去。朱夫人已经听朱湛说了丁香的奇遇，也是惊掉了下巴。好孩子，下次不要再坐船，连海边都不要去，太危险了。又是一通碎碎念，眼里的惊慌让丁香无措。好，记住了。知道了。是，我再也不敢了。早知道还是应该待在家里。记住了，水火无情。晚饭后，丁香回家，第一件事儿是去看仙子螺。仙子螺养在一个大木盆里，水是海水，里面放着几条小鱼和小贝类。我也是第一次看见仙子螺，听说喜欢温暖的海水，不知怎么出现在这片海域，我怕我养不好。白婶子用心养着便是，若实在养不活，也不怪你。伯娘的身体已经好些了，再养养，以后去我乡下的家玩。我家在北富山下，依山傍水，风景极好。我还会做点心，做给伯娘吃。都说闺女是娘的贴心小棉袄，香香就是我的小棉袄。我也想多出去看看，等身体好些了，就去你家。几天后，我要去一趟京城，会把立春和秦振带去。丁昭一下联想到了玉佩，拿到玉佩了，该去做某些事了。办这么重要的事都把立春带去，说明朱钱相信立春和丁家，但信任伴随着的是危险。我们是董家后人，立春是我家长子，有些责任他必须有所担当。表哥，我把立春交给你了。虽然我们做了万全之策，但总会有什么万一。若有什么事，有人会安排你们撤离，不管出现什么情况，第一个保香香。会的。没有我和青海的同意，丁香只能待在临水县，一定要少见生人。夜里，朱钱歇在东厢，丁香陪着朱夫人，两人说话说到亥时末才睡下。明年再像个游子，把香香接来陪你。明年7月丈二娶亲，这么大的喜事，不接老掌柜和香香来观礼，说不过去。5天后，我有个公务要去京城一趟，短则2旬，长则3到4旬。老爷要去京城？丈夫自招安以来，只9年前去过京城一次。那件事必须我亲自去。他真正要去的地方是京城郊外的普光寺。老爷万事要小心。无妨，那些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是消失30几年的董家人。若是那件事顺利，我想跟千里见一面。那是个聪明人，又沉稳内敛，能帮我们做不少事。只见荀大爷，不见荀驸马。前代后一步再说。他虽然有大才，却是性情中人。东阳公主又天真直爽，跟苏贵妃和太子高凤关系甚好。若被他看出点苗头，怕会误事。我倒是非常想见荀老太夫，感谢他保住了这么多董家姑娘的后人。可现在还不是时候。70多岁的老人，又长期瘫痪在床，不知将来能不能有见面的机会啊。那颗老参极好，我吃了1个月，就感觉身体轻松多了。切2节带给荀老太傅和他老人家，希望他们健健康康，等到老爷大仇得报那一天。那就切2小节的，荀老太傅的，跟千里相认了才送得出去。坐了那么久的车，香妹妹要歇歇，咱们改日再来替她说趣事吧。黑娃依然那么健硕黏他，苹果树上挂着几个红苹果，东院西院如他走之前一样。北福山更加浓墨重彩，丁香仰头望望，不时有鸟儿划破长空，一行大雁向南飞去。他想飞飞了，不知小家伙什么时候来看他。他给菲菲戴了个金脚环，朱夫人送了菲菲一个镶珍珠的金脚环。没给黑娃带东西，不是不舍得，而是怕他带了金项圈或者银项圈被人惦记，打死他把东西抢走。丁香去屋里把东西放好，特别是他那匣子宝贝锁在架子床下的抽屉里。爹娘妹妹，你们可回来了，都想死我了。妹妹
哎呀，香香在洗澡呢。丁昭则是摸了摸丁力来的鸭脚，把他们的礼物拿出来，有丁昭买的，也有朱家送的。丁香洗完澡出来，二哥、三哥，妹妹长高了，嘿嘿，妹妹更俊了。妹妹不在家，一点都不习惯。妹妹怎么才回来呀？不想我们吗？我可是想得紧呢。念叨多了也爱打人，说我戳他的心窝子。爷是越来越不讲道理了，找着借口就打人，连杨叔和李叔都挨过他的扫堂腿。你不回来，又不是我们的错。丁香把给他们的礼物拿出来，比丁昭夫妇送的多又讨巧，不仅有笔墨喜砚、书籍，还有玉挂件、珍珠挂件、珊瑚挂件、玻璃小摆件、海螺号，几包油炸小鱼干，还强调着这是我用私房钱买的，这是朱夫人送我的，我特意给你们留着。两个小少年乐得眉眼弯弯，觉得还是妹妹懂他们，没白盼这么久。丁壮被杨虎请了回来，他还在西院，大嗓门就传来了东院。香香，爷可想死你了。丁香笑出了声，像只欢快的小鸟一样跑出去，拦腰抱住爷爷。爷，我也想你，想得睡不着，吃不下饭。哎呦，真的呢，都瘦了。红苹果爷都给你留着呢，那两个馋小子天天想吃，我都没给。那天我的脚崴了，是洪大个把我背回来的。他们家没个女人，吃的随便，经常是窝头就咸菜。以后多请他们来家里吃饭，再给他们多送一些东西，主要是送吃食。丁香暗乐，嘿，爷爷老奸巨猾，这借口找得好。洪大个的父亲是朱钱当海匪时的亲信，洪小哥是秦海的儿子，二人家里的经济都实力雄厚，可为了自家，这几年却要过这种穷日子。丁真来了，丁香把他拉去自己的小屋，拿出礼物送给他。礼物丰富，一本诗集，一对挂小珍珠的银耳环，一个扶桑的小布艺玩偶，一个拇指大的珐琅彩小鸟。小鸟摆件是朱夫人送丁香的。丁真喜欢的不行，眼睛笑成一条缝。这是海外来的，那叫什么？哦，舶来品。嘿，好漂亮啊！这要钱了吧？大概值个50-60两银子吧。我大哥救了他家独子，那家夫人就送了我一些好东西。我跟你玩的最好，才送了你一样。若是花钱买，丁香喝醉都不会花那么多银子买这没用的东西。这么小的东西，比我家一个大院还值钱呢。谢谢香妹妹。两个小姑娘又去请夏三分，送她的礼物是2朵绢花，一对小珍珠银耳环。嘿嘿，三分姐姐是要留着嫁人那天才戴呢。夏三分羞得直跺脚。丁昭带着丁香、灵儿、黑娃去了陶家，带去了自家和孙禄、朱三家的礼物。小丫头怎么才回来啊？没有你在跟前逗趣，老太婆无聊的紧呢。老头子只会说我，你不是也无聊？看着慈善的老太太，丁香跟她还是拐了几道弯的远房亲戚。几人说笑一阵，妇女告辞。路上看见洪小哥坐在会叶亭里看月亮。洪大哥，赏月呢？没事干，过来吹吹风。我想预定一个鲤鱼灯笼。好，我一定给姐儿做个好看的大鱼。这是定金。背着灵儿给了他一个我知道你真实身份的小眼神儿。洪小哥也给他眨了眨眼睛，一切尽在不言中，又公事公办的收下钱。我做好后给香香送去。辛苦洪小哥了。丁掌柜客气了，该当的。回到家，孙女儿，来，过来。听见动静，丁立人和丁立来都跑来这里。丁香已去丁壮身边坐下，熟悉的味道，熟悉的景物，熟悉的山峰，让人安心呐。这就是常言说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丁宅比这个院子好了100倍不止，但他就觉得住在这里最舒心。我怎么觉得香香黑了些呢？丁昭不敢把丁香被大鱼卷走的事瞒下，一五一十说了。丁壮吓得头发差点立起来，气得站起身踢了丁昭一脚，又打了他2巴掌。你这个蠢东西，就不会离传仙远一点吗？你这个蠢东西，就不会离传仙远一点吗？爷，那事儿不能怪我爹，谁都没想到大鱼会来那一手。我不是没事儿吗？有事就晚了。不行，以后香香不能离开我，交给谁我都不放心。她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不可能，妹妹嫁人怎么办？爷还能一起嫁过去啊？
见爷爷要打人，赶紧跑去门边站着。丁香把话扯去别处：爷爷，赶紧把西京土小山买下来，等到金田弄出来，别人知道西京土的好处，肯定会涨价，跟铁矿一样，被朝廷管制都有可能。丁庄骂骂咧咧几句，才讲起正事儿。前些天他已经以丁昭的名义买下了那2座小山。几人闲话一阵，丁昭留下商量事情，其他人都回屋歇息。丁昭说了丁立春要跟朱钱进京办事的事。丁壮面色严肃下来：之前我们就预想到了，若董家找上门，家人肯定会有风险。但你们是董家后人，不管参与不参与，那些人知道咱们的存在，就跑不了了。只有把他们彻底消灭，才能过太平日子。你说的对，立春是长子，他应该有所担当。丁昭把搬家收的12000两银子礼钱，卖铺子剩下的3000多两银子拿出来，交给丁壮。丁壮没接。那些礼是送给你们这一房的，你收着便是了。卖蜜之香的1万两银子，我留下5000两当私房，算你和香香的孝敬。我花220两买那2座小山，你把这些银子给我即可。谢谢爹。丁昭拿了2张银票，2锭银子给丁壮。丁壮把银票收起来，颇有感触地说：之前我最大的愿望是存够钱，把安安的镯子赎回来，再多存些钱，让孙子走科举娶媳妇，给香香存多多的嫁妆。没想到这2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一下子富得流油，这都是香香带来的。池子那个畜生，说他蠢吧，却把香香看准了；说他精明吧，既然看出了香香和他媳妇是福相，他就是躺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天上也能够掉馅饼的。他干嘛要瞎折腾，害人害己？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他再是生气二儿子，心里还是记挂着他。有唐氏在身边，池子不会有事，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他敢回来，看老子不剁了他！次日，丁香起来，爷爷、爹爹、哥哥都走了，东院静悄悄的。他吃完早饭，同张氏和灵儿坐骡车去县城的9路织绣阁，把自家及秦海送郭守备家的礼物，送丁叔娘一家、丁四父公氏的礼物带过去。他们刚走，在路边玩耍的丁三父就跑回家，他跟王氏说道：娘，二婶和丁香去县城了，肯定是给四父送好东西去了。哼，真不知道老四怎么把二房的人哄得那样好，好东西只给他一个人，养得白白胖胖，像地主家的儿子。王氏阴沉着脸，他听说昨天二房送了3房许多好东西，穿的吃的装了一大筐，可只给自家送了1包点心，1包虾皮，另给公爹和自己男人扯了几尺细布做衣裳。哼，真是越有钱越狗，自家兄弟还要分出个3、6、9等。王氏心里打着主意，明儿个去县城看看四儿子，若是有好东西就还了回来。